Hello，Hello，Hello，宝子们晚上好，宝子们晚上好，晚上好，好美，好美，好美，嗓子好了吗？你们听呢？我觉得好了一个80%，好了个80%，还有一点点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哑，是吧？怎么那么爱你？我要怎么说不爱你？可以发飙了，我不发飙，我尽量保持温柔，好不好？我尽量保持温柔啊。可以骂人了，为什么你们都等着我骂人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等着我骂人呢？我明明就是一个非常的温柔、典雅、知性这个流派的，好吧？哎，不骂人，不骂人的直播间太下沉了，不骂人的直播间就下沉了啊！什么时候开的？我现在是全平台全域直播啊！我是全域直播，宝宝们，好吗？所以你们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我，都不要奇怪，对不对？因为曲曲是光，无孔不入，好不好？今天 CEO 不在啊，今天 CEO 不在，今天没有慷慨激昂的 CEO 给你们念广告，今天还原到我本人给你们念广告 ，OK？我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恢复，大概恢复了80%左右，恢复了80%左右。今天状态挺好，还可以吧，还行吧，就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播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先把关注点起来，无论你们是因为什么理由来到了这个直播间，相信你们都不会后悔，好吗？在这里跟我们多聊一聊，多交流交流。这里有很多高能量的小伙伴聚集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给大家带来每天的快乐，对不对？从别人的故事里学习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播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OK， 一年365天都是这3天准时准点开播。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发生了故障。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好不好？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恭候大家，带领大家找到我们大本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啦。CEO 那个出差了 ，CEO 出差了啊！所以说呢，今天就我自己来，好吧？然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先点一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还没有找到直播间的小姐妹们，好吗？好吗？哎，这边已经发热了。来，我们开始连麦了啊！我们开始连麦啦！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好，是我吗？你好，是的，你说。是这样，我先说一下这个自己的基本盘吧。然后我今年是38岁了，然后离过1次婚，然后是有一个女儿是跟前夫的。然后我跟这个大佬是比我大10几岁，然后他的身家大约是一个小目标吧，1、2个小目标这样子。然后应该没有慷慨。我自己的话呢，就是看起来可能保养的稍微好一点，大概30左右，看起来是这样的。那我跟他之间呢是分几个阶段，首先是19年认识，然后到21年这个期间，然后
他是有奇谋骗我说他就是单身，但是其实是他是伪里的。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是21年发现他是围内的，然后当时呢就还比较清醒，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就钱吧，就这样，因为我也是原生家庭稀巴烂嘛，第一次婚姻出来也是啥没有那种嘛，然后那这期间呢，他一开始也会出去 PC 啊，各种小骗我，然后我也是看了很多的主播，然后用了一些方法拉扯啊，蹦起来啊，然后各种哭啊弄啊，就是还比较好，他后来都改掉了，就是对我也是非常非常好那种。那大部分的钱呢，也是在这个期间就是弄到的，大概在我身上前后大概500-600个 W 这样子。多长时间啊？然后多长时间啊？就是19年到21年这个期间就拿到，这个期间是拿到大概300多个 W 吧，反正到现在为止一共是600，大概600个 W 的样子，没有细算。接着说。然后这期间他也一直是骗我说会跟维里的分开，然后跟我一起。然后到了22年呢，就是比较平淡了，感情也很不错。然后，但是到这个时间呢，我就反过来被他温水煮青蛙了。我后来才发现，然后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方法也开始走形了。然后这期间就一直放错了自己的重心吧，就开始纠结于他这个跟伟丽的事情了。到2022年底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伟丽的那一位，就是给他发视频，发现了他住的酒店里面的女性用品，就开始逼他，用孩子逼他什么之类的回家。然后到了23年呢，我在考研嘛，然后他维里那位就一直看着他，然后就很少见到了，但是在一起就不开心了，就老是就着这个事情一直在吵。但他也是一直想办法，就是吊着我，用钱也好，用他会离开那边也好，这个事情一直在拖。我也是抱着希望嘛，我也是被他弄了，我觉得是。然后钱给的也不算多吧，就可能1年几十这样子。然后到了爆发呢，是今年6月份，我开始就这个事情，我开始意识到很不对头了。就是他一直跟我说因为这个钱啊，是我跟他在一起期间，其实我也有出力的，我也是给他一些帮助吧，但是我觉得他围里的那位给他的帮助会更大一些。其实他有大概一个小目标是我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期间赚的，然后他一直答应我说，就是说会给我1000 W， 然后就是说会跟那边分开，就一直用这些东西吊着我。但是6月份我就是跟他大吵这个事情，因为一直没结果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开始烦了嘛，他就说你们女人怎么都这样啊，就让我专心考研啊，而且还让我就一直相信他会处理这件事情啊。到后来的话，我就开始用那个断联，慢慢的逐渐从几天到1个礼拜、10天这样子。但是我后来我就自己挺犯贱的，就又忍不住去找他，就是去打电话给他。他一开始就还会好好跟我说，到后来就是不耐烦，甚至发现他可能就是跟别的女的在约会。然后就是说，但是我后来就是我很生气嘛，我就把他删了。删之前我就问他，你是不是答应的那些都不算数了？他最后还是坚持说算数，因为中间我有跟他说过，你要不你还是走吧，你就对我绝情一点。他一开始就是死都不肯的，到后面就是逐渐的，就是可能他也很生气吧。然后删完了之后呢，又到了他开始犯贱了，就他又不停的。你说了5分钟了啊，你迅速的把你陈述的部分说完啊。好的。然后就是删了他之后呢，他就会隔几天来骚扰我一下，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一会儿又说这个钱的事情啊，他跟那边闹得很凶啊，可能因为每个月要给我还那个车贷，还有给我生活费嘛，他说可能这个钱可能给不了啊，然后隔几天又来说别的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子过了1个月了。我就想知道就是后续我该怎么办，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冷淡期，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去找他，然后就是等他来联系我这样子，他会隔几天就会来找我一下。首先你明不明白你跟这个人关系的终局，你想要的这个关系的终局是什么？就我现在已经不抱什么那些希望了，我听完你的之后
我完全醒悟了，我现在就是要米。你要米是吧？那你知不知道你能拿到米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可能还是要回到像之前那样让他上头的这样的状态。对的。如果说他认为你会离开他，你拿不拿得到米？我觉得他认为我就拿不到。对的，就是他现在就是吃住我了，他觉得我离不开他，所以才会拿不到。不是的，并不是这样的，是你表现的姿态是你又要了米，你还是要这个人，要了人又还是要米。你是表现的是这个状态啊。再一个就是说，然后呢，你试图通过断联的方式呢，什么5天啊、1个月啊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在加大让他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走的，你还是可以离开这个人的，你对这个人的感情也是没有那么难以放下的。这个是你通过断联传达出来的信号，对不对？但是他后面那一年，我感觉他是想低成本持有我的那种状态你不要讲他是怎么想，不给我钱，你就说你现在的动作传递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信号？从他的方向来看，你要屁股坐到对方的凳子上面去，他是不是这么看的？如果一个女的可以5天不联系我，1个月不联系我，然后呢，我跟他联系，他也不是很爱搭理，那么传递出来的信号是不是说，其实你在做撤离？对吧？这个是你在传递的信号嘛？对，你在传递的信号就是在做撤离的这个动作，对吧？所以说你内心是在较劲的嘛，因为你的较劲是来源于你还是在较劲于身份跟米，你总得跟我给一样，对吧？对。但是从他的别说话，从他的角度上面来说，他根本就不相信你说的话。因为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你的2个选项并不是身份跟米只要一样，你的2个选项是这样的。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你的2个选项是 A 是我要完了米，你还是得跟我给身份，这个是 A 选项。B 选项是如果你不给我身份，你也得把米给我，然后我就走，这个是 B 选项。他觉得我会走，所以才这样。对的，从他眼里看到的 A、B 选项是这个样子的，你的 A、B 选项跟他的 A、B 选项现在就不一样，听懂了吧？所以说呢，你要把屁股坐到对方的凳子上面去看，他想要的呢，肯定是继续这段关系，在继续这段关系的情况下，并且你能接纳他同时持有的事实，然后再来谈。给这个米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让你非常坦然的接纳这个事实，并且今后再也不因为这件事情而发生任何的争执跟矛盾。怎么完成他心里想的1、2、3、4、5？这个是你能拿到结果的前提。你所有想的那些东西不重要。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因为他又说他跟他那边在闹，金钱被那边控制了。我告诉你是这样子，他这么跟你讲，就是因为我跟你讲，你不要活在你们俩阐述的逻辑里，知道吧？你老活在你们俩彼此对话的逻辑里，是找不到，你没有跳到高维上面来看待你们这段关系。你跳上来，你才能看到这个事儿的本质是什么。他所有说出来的语言，无非是因为他的目的在推动，对吧？他语言，他跟你说这搞不了那搞不了，为什么？他挂着你嘛，要挂着你嘛，给你希望，挂着你，不能让你走，同时我也不能让你拿米，因为拿了米你也会走。这个是他内心当中的逻辑嘛？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需要听他讲啊，你不需要听他讲。我跟你讲了，你先把我跟你讲的这个逻辑，你先自己脑子里你先都过几遍。然后你要冷静下来，你才知道你要表达出什么样的样子，才能把这个事儿往回拽。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不是一个短期任务。如果你想拿到1000的结果，至少要半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半年的时间，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你们前面闹的已经就是说白了，大家没有信任了，明白吗？明白。好吧，你先把我跟你说的这个逻辑你先盘一下，
然后呢，我可以建议你去1v1啊，你可以去1v1。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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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就这样，好的，拜拜。拜拜。我声音很小吗？我声音应该还是蛮大的吧？今天你们已经在我那种靡靡之音播了3场了，今天已经很小吗？今天已经还原到正常的音量了，你们为什么会听不清我说话呢？应该不小吧？你们把那个听懂的声音开大一点啊！怎么今天这个平台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说我声音很小，是怎么回事？大家把声音调大一点，因为我已经很努力的，我的声音一向是很洪亮的，你们知道的啊。可能是刚刚跟他连麦的时候，他的声音太大了。你们现在可以把听懂声音调大一点啊。所以说，你们在看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叫做什么？审时度势，对不对？我们要把任何一个问题看清楚，首先要审时度势，就是你要明白双方他到底他的想法、疑虑、目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知道吗？永远不要活在对方的语言里头，永远不要因为对方的语言做出判断，语言是不能帮你们做出判断的。我告诉你们啊，一个人他在跟你2个人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如果你们在就一个利益的矛盾点进行 battle 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对方给你传达的话里边，10句里边只有2句是可参考的，8句都没有意义，知道吗？一旦当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所有人都在说听不到我声音，怎么回事啊？一旦你们跟对方进入到了利益的两边了，对不对？利益的两边了，他想那样，你想这样的时候，你们在掰扯一件事儿的时候，我告诉你们，8句话都是烟雾弹，8句都是迷惑性发言，知道吧？8句都是用来干扰信号的发言，只有2句能听。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们跟对方在情绪上头的过程当中进行利益的探讨的时候因为你是上头的，所以你看不见那2句，知道吗？为什么这边你看直接显示声音嘈杂了，给我警告了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都是正常的在讲话，我们这个地方环境也非常安静。我们听是正常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1v1，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1v1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点，就是当一个人站在第三方视角的时候，他能够帮你看到那10句话里面有用的2句话，你们看不到的，你们看到的全部都是情绪，而且还容易就是炸，知道吧？看到他那些情绪，然后不吻合你的诉求的时候，你特别容易炸。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来看你们之间的沟通记录，他能在这里面找到最关键的那2句话，是这样的。声音很低你们退出重新进一下。是的，我刚刚说声音不清晰都给我警告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左上角先把关注点一点，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无论刮风下雨、过年过节，都是这3天定时定点开播。如果你们在这个时间段没有看到我，不是因为我没播，是因为这个号出故障了。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直播的话呢，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找到我们大本营，这样的话呢，你们就不会错过每一场直播了，好不好？
好开心，因为今天我的声音洪亮了很多，好开心。对，今天我们的 CEO 那个出差了，所以他今天不在啊。来下一个，想念他啦。你们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这么快就在我的直播间里爱上了别人，你们合适吗？Hello， 你好。琪琪好。哎，你说。哎，你好。就是前2次连麦都特别有帮助嘛。然后我离开了6年都不愿意结婚的不愿意结婚的前任，然后对于工资和找对象的考虑，我就从长沙来到了深圳。现在遇到了新的困难，就是关于对碰的问题，想来问问你。我的基本盘是96年非编制内的电脑老师，不是很稳定，收入是 W， 本科没有资产，单亲，然后和爸爸20年没有联系，妈妈另外成家了，所以我很喜欢年纪大我很多的男人。现在上个月对碰11位有房能在深圳定居的人，我筛出了2个。11位。好累，所以我想赶紧做决定，需要您的意见。啥事不干就对碰了。对，太累了。来说。等会儿还有。然后1号是93年的公务员，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年薪28左右，在深圳住单位分配的房，广州有一套还贷的房，每个月还6000，还30年，愿意交工资卡。见面第3次就给我转 EW， 希望我停止对碰，可他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我没收，因为我还在对碰。2号81年小私募基金投资经理，对外经贸大学。炒过快乐证，有一个初中的男孩，深圳湾的1000万房产留给了妻子和孩子，自己南山有一套按揭房，非深圳地区4套房产，存款21年600W， 但是近2年缩水了70-80，他说只能保证年化利率10%左右。你上一场来连过。最近他在投资。对，所以我那个声音太嘈杂了，所以重新连一个。看来我上一场给你的答案你不想要啊？你没给我答案，没给我答案。好，接着说。然后他最近他说他在投资运营民宿和餐厅嘛，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老约我见面，时间安排不过来，他们就觉得我有其他对碰的人，就急于送花和礼物，想确定1对1的男女朋友关系，接受礼物就想亲我。我说进度太快了，之前开口问我就是大我16岁的他很急于结婚，然后呢我问他愿意这么着急的话愿意付出什么，他就说我物质把我拉黑了。然后我的问题一就是如何推迟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又能看到谁付出意愿高。你是我们学员吗？我不是。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你用的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拙劣。知道吧？这对碰认识没几天是吧？人家想推进婚恋关系，你就上来问一句，那你这么急，你愿意为我付出什么？就是你这个话一讲就很 low， 知道吧？所以呢，我建议你待会儿挂麦以后呢，首先一定要下去学习啊，你需要提升一下啊。然后呢，我再告诉你这个事儿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跟男生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释放可得性，然后通过在感情的交流升温的过程当中，浅浅的把我们的诉求抛出来，然后看对方做与不做。什么叫浅浅的抛诉求呢？比如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们2个人每天聊天，聊的就是特别的黏糊，是吧？我现在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单身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们2个人之间可能有一种不一样的缘分。好，这话说出来是不是让别人已经觉得很有戏了，对吗？好，那我们平常不停的聊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说，你看我今天吃了个这个，我觉得好好吃啊，下次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都是在拉近关系，在拉情绪，对吧？我今天路过了一个娃娃店，然后呢，我对着这个娃娃啪拍张照，这个娃娃可能是一个猪或者是一个狗或者是个什么的，我发给他，你知道吗？你那天吃饭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表情跟这个娃娃长得特别像，这些东西我给你打的这些比方啊，
只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别人觉得有戏，他对我有兴趣，我们俩的关系有进展，对吧？那他在跟你说什么啊结婚这个那个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表达？我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敢相信，你这么优秀的男生会这么快的想要跟我结婚。我很高兴，可是我又在压抑我自己，我不敢相信你说的这些话。你懂我说的这些话的里边饱含的是什么意思吗？我给你信号，对吧？我很喜欢你这样表达说要跟我结婚，但是我不敢相信你。所以我们这个里边他讲的叫做留白的艺术。我把所有的那些需要动脑子的部分都交给了对方，明白吗？他不用动脑子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对他感兴趣，这个部分他不用动脑子了。但是他要动脑子的部分是什么？是在于我怎么能够特别确切的继续与他往下一步推进。所以他要抛出来，然后他要做行动，不停的让我相信他。我今天路过一个买衣服的店，或者我去逛商场了，对不对？我在试衣服的时候，我拍给他看，我说你看这衣服是不是很好看啊？他说好看。我说那下次我跟你约会的时候，我可以穿这件衣服来。好，那么聊着聊着，他是不是会说啊？他可能会说啊，你很漂亮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如果真的我穿着这件衣服去跟他见面了，我是不是比如说啊，我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上引？我说，哎，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好看。你说我就是特意为了你才买的，对吧？然后再往下引导，怎么引导？那我告诉你啊，我为了让你开心，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心思的。下一次如果你想让我开心，你也要为我花很大的心思。所以这个东西是为什么我说你那个东西就很 low， 就是一开口我就拉黑了，你懂吗？因为他直接就是问我你想要什么，他说你直接提，他说你不要转弯，他说不是，哎，你那个话开了口，人家就只能这么说了吗？对不对？因为你前面已经 low 掉了呀。所以呢，我是想告诉你，什么叫做啊？我怎么才能延迟我跟这个人的进度？延迟进度的过程当中是不停的释放可得性，但是又让他觉得说什么你做的还不够。虽然我很喜欢你，虽然我对你很感兴趣，虽然你很好，但是我很害怕，我怕万一我提前托付了真心你就跑了。但是这半句我是不说的，我只说前半段，我不说后半段。后半段的东西叫留白，这个东西是给他自己去感觉，给他自己去脑补的，明白吧？就是我对碰的太多了，就有点安排不过来，就这种进度，就感觉自己像个客服。我就送你2个字：稀巴烂。有3个字，不好意思，你就别说话了，真的，你还是下去学习吧，好不好？我建议你下去学习，太差了。啊，好吧，那这2位我就是倾向于选谁吗？其实第一个挺好的，我刚刚一听下来，我觉得第一个挺好的。第一个男生，他的条件是很适婚的，而且他的诚意也是很达标的，在他的经济实力之内，他是愿意做出足量的这个表示的。我觉得第一个男生很不错。第二个男生于你而言呢，有点是吧？够着在搞呢，不是不能搞，但是你要有技术手法，你没有技术手法，你肯定够不住，明白吗？好吧，好吧，下去学习吧啊，下去学习啊。就你这个段位的，你在社群里面跟他们探讨一下，社群里面很多人都能教你，都是上不到我这儿来，真的，好不好？好的，谢谢，好，拜拜，拜拜。我没有跟你们讲的这么详细过，是不是？啊，其实什么叫所谓的引导付出呢？如果说你给我买这，你给我买那，这就叫引导付出，这也太傻了吧，对不对？这是不是太傻了，对吧？我跟你们讲，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的这个感觉质感做到高级。这个高级感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你们，就是一句话：
叫做让对方心甘情愿的为我付出，高级感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他每一次都是在被我那个压着搞啊，或者说就是很不情愿的在那搞，就这样的话呢，他多多少少就带着点 low 劲儿，对不对？因为对方他所有的内心世界其实产生的全部是抵抗情绪、抵触情绪，对吧？就算是他现在做了，但是呢，他同时又在给你扣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让对方在为我加分的时候付出，不能在对方在我扣分的时候想着他是付出还是不付出，明白吗？除非是什么，我们说那种只给只打的是什么？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非常不平衡。这个爹地比他大20岁啊，或者是为内，对吧？或者是有好几个婚史，有好几个球，什么这个那个的，明白吗？就是说这种我们不能给人白批，而且我们需要这个人是懂事儿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是个20岁的小姑娘，你遇到这样的老爹爹，他上来忽悠你，是吧？他上来就跟你哥这那这的，跟你一顿啊秀羽毛、秀光环、画大饼，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说，那你能给我什么？懂不懂？是有这样的一些现实差距在的。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婚恋关系，我们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首先叫做拉感情浓度，先刺激到对方的兴奋点，让对方为我嗨起来。对不对？让他觉得每天跟我聊天是最愉快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释放我的需求，释放我的脆弱，对吧？然后让他觉得，哎呀，我需要给你点什么呢？我是不是要帮助你点什么呢？我是不是要支持你点什么呢？他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他提诉求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明白了吗？这个时候是叫给他表现的机会，这个性质它完全就不一样了，懂不懂？你们要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琢磨一下，天天想着你为我付出啥，别人凭啥为你付出啥？你一把年纪嫁不出去，别人还为你付出啥？你是不是？别人好几套房，上千万的身家，你是哪里长了个花，长了个朵？你上来你要为我付出啥？你有病！说我为你付出几颗药。我为你付出个镜子，让你回去照样。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1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好吗？来下一个。哎，旭旭你好。哎，你好。你说。终于连上了。我今天我就直入主题了。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关于父女关系。男嘉宾是我的爹，希望旭旭帮我分析一下我爸的这个底色。然后背景是这样，我现在自己生活在超一线城市，父母是在2线老家。我是英国 Top 2的本硕，家庭算是一个勉强是个小中产吧。妈妈是体制内工作到退休，爸爸下海经商，但是因为口罩以后现金流很紧。我爸妈关系从小很差，母亲是一个非常保守忠诚然后固执的人，父亲很贪玩，但是外人都很喜欢他，他有一个特别开明的人设。然后他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是小赌。我以前小时候可能不懂事，后来发现其实他在很多事情上面心里是非常精明的。然后一定程度上也对我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一点抵触吧，就我经常需要分别给我爸妈打电话才能跟他们沟通，他们之间是不沟通的。然后这件事情具体是这样，1年多前我父亲给我拿了1700的现米给我买房，然后但是我当时看了1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太蠢了，我父亲觉得钱在我这太浪费了，然后就开始以做生意的理由100、200往回要，然后我最后总共给了500回去。
现在我有600的贷款，每个月是我父亲在还，但2个月前他突然开始断供了，说周转不过来，可能要到过年或者什么的，然后我才反应过来，他也是在通过贷款想要变相控制我，因为他经常现在会透露出来对我的一些人生选择不满意，比如觉得我不结婚生孩子，然后工作选择上一些事情也没有经过他同意，甚至会说出大不了把我房子卖了这样的话。然后他现在经济状况不太透明，我毕业前他的账一直在我母亲那边的，但是因为我母亲脾气特别差，跟他关系也不好，他就一直说只要保证我读书，然后后面不想管，读书期间确实我花的比较多，然后我母亲自己本身也没什么物欲，她可能拿了小几百就完全放养也不管了。然后我父亲现在跟我们说就是没什么钱了，我现在可能买个包都会被他说，他以前是劝我不要太累，然后女孩子嘛开心一点就好，现在居然会问我要不要去大民企打拼一下，我感觉他是觉得我日子过太舒服了。然后他自己偶尔还是会去赌，他这么多年也赌的不大，大概就是几万10几万一次这样。然后我可能其实已经有蛮稳定的亲密关系，但都不敢告诉我父亲，因为他可能会更摆烂，他觉得找个家里条件好的他就彻底解放了，我不希望我对象会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然后现在才意识到我父亲是非常现实的人，首先他确实应该是手头紧了，其次我现在对他来说可能不够有面子，以前是成绩好工作好收入高，然后现在到年纪了就不结婚生孩子，工作上行业滑坡收入减半。然后我现在的做法是跟我母亲谈，希望她顺毛摸，在家尽量哄着我爸一点，然后但她性格也很倔，她希望尽量配合，但是具体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然后我自己呢可能就想卖惨吧，表示尽力也在找对象或者拓展工作圈之类的。然后我想问问曲曲，就是跟父女关系上来说应该怎么样跟我母亲打配合，薅一下我爹吧。你爸到底是他现在的资产情况你们不了解是吗？对，就是他现在财务情况不是很清楚，以前可能稍微清楚，现在不清楚了。去年给的你1700，前年给的170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回要的？给了1年半左右吧，就开始往回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赶紧买了，就是我发现如果我再不买，他可能还会找我要。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爹这边有财务漏洞。可能不是你想的说什么他什么这不高兴那不高兴，或者关系上的问题，可能不是。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的你爸应该是属于传统行业的吧？对，传统行业就跟地产相关的吧。我跟你讲因为这几年尤其是这个行业动荡非常大，所以说呢它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款很多很多的项目工程都在大洗牌，都会有问题。然后呢因为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呢他原来可能在好的时候呢他还能控制得住自己的那个贪念跟欲望，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大的漏洞之后，突然一下子他的心态波动，动作变形，然后导致他做了很多以前不会做的事儿。比如说他以前可能每一次只玩个小几十个 W， 但是他就是因为突然之间比如说有一个款收不回来了，或者跟他相关联的某一个甲方或什么的出了一个大问题，他一下子可能面临一个巨大的洞，怎么办？他那个时候想翻本的那个心太强了，然后一下子他可能就冲动了，就掏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因为他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没有。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妈妈可能以前抓到过他有过什么样的事儿，但是我没有具体告诉我，就是说你们其实没有明面上的，对吧？没有明面上的别的小孩或者什么的。那没有。就是他在前年跟你给这个1700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是手头宽裕的，因为所有的爱这个玩意儿的人呢，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他们赢了的时候特别大方，知道吧？但是呢他只要是一出现问题了之后就完了，他就开始到处想办法，就把以前送出去的都往回要。因为这是他对你我们看到的很多男的对自己曾经的女朋友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有可能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你想的是关于开不开心的问题哄没哄开心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他那个1700当时都不会一次给你。
因为当时他对我可能还算满意，就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很多的东西啊，它不是。我跟你讲，人是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发生巨大变化的，知道吗？人的性格，人的人性底色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发生巨大变化，除非他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他一直很惯着你，一直很惯着你，明白吗？他不是说突然一下子怎么着呢？一下子你就突破30大关了，他一下子坐不住了，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因为现实上的问题，手头上出了问题，他才会这样搞的。他什么一次一次的往回要了以后又不给你还贷，我觉得是他资金上出窟窿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们还是得盯一下。我觉得你跟你妈要去，公司里人其实我是有对认识的，对的，你们需要去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因为很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知道吧？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可以，我有办法去问到，就是公司的财务和项目上负责的人应该都认识。我跟你讲，你爸这是什么？就是他好这个玩意儿，好多人他是就是他们的业务上遇到巨大问题的时候，他就从做业务转成诈骗了。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这个只是说做业务，他要面子。对的，对的，他很多人是这样的哦。这几年很多的，就是原来做的挺好的人，突然之间就转向了半诈的性质，他们就是为了跑嘛，知道吧？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了骗的，他都是干不下去了，转头开始骗，他是这样的。所以这几年他的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时效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事儿。明白，那这个事儿对我生活冲击就挺大的。如果真的这样，所以还是得关注起来，还是得关注起来。因为如果你爹他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去公开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后面的生活。所以说因为如果真的是我说的这样啊，提前该做切割要做切割的。懂了，懂了。那确实是因为我现在大概自己年收是50左右这样，可能我就背负不了这么大的债务。对的，所以你们还是要盯一下这个事儿啊。好的，明白了，谢谢支持。因为包括我现在都会觉得担心影响到，比如我现在男朋友可能对我的印象是家里条件还不错，然后不然我爸这样一搞，我跟你讲啊，千万不要跟你男朋友说这些东西啊，你的壳一定得保住了，万一你爹真的有什么问题，你还得靠着这个壳子起盘呢。好吧，对，现在就有点害怕了。明白了，我赶紧去搞清楚一下，也不要去透露这些事情。好的，好，谢谢曲曲，太感谢了，拜拜。曲曲辛苦了，这段时间今天你终于好些了，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太天真了，知道吗？你们不要以为到这种情况下，那个爸爸都会帮女儿什么把后面的安排好的，不是的，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什么叫杀红了眼吗？你们知道什么叫杀红了眼吗？很多以前做传统行业的人，他们在这几年的周期里边呢，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东拆西借，知道吧？然后为了那个摇摇欲坠的那个楼不倒，真的，这里捅个窟窿，那里捅个窟窿，他自己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很多东西它的崩塌呀，它就在一夜之间，真的是在一夜之间，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下子可能就是他这条链条上，知道吧？他这条链条上有一个人出了问题，然后这个项目金额又比较大，那就完蛋，就是这样的。你们知道以前做高某贷的那些人，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以前做高某贷的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啊不出事儿的时候啊，都特别富有，知道吧？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出事儿是他出什么事儿，不是的。他们做高某贷的那些人呢是这样的，他放了很多出去，只要呢大家都没问题呢，反正就欣欣向荣，一片祥和啊。只要他借出去的米有一个金额大的成了坏账，整个盘子就废了，知
要有一个金额大的是坏账，整个盘子都废掉。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大的，因为你们知道有很多看起来很大的一些老板啊，他们的整个的负债率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们都不是拿着自己口袋里的米在搞，明白吧？他们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利益链条，各种各样的关系链条，拆借了很多啊。而且呢，我告诉你们，还有很多东西它什么，它是不合理评估。就比如说啊，就这个项目，对吧？这个项目我们正常可能是正常评估500个 W， 是吧？但是呢，它可能通过某一些中间的环节、关系、利益链条，它能把这个项目评估成1000个 W。它如果评估成1000个 W， 那么它是不是能从这个项目里借出1000个 W？ 是不是能借出1000个 W？ 但实际上这个项目只值500个 W， 懂我意思吗？所以到最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还是要还1000个 W 的，但是他这个项目资产抵只能抵500，可能500还抵不着，因为500个 W 的项目你抵出去可能抵350。但是他当初是找关系，有人给他通后门，他给了1000，明白了吗？他很多是这样子，他们是这样，我跟你们说的还是很保守的，所以他们是怎么出问题的？他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的，是因为他有严重不合理的负债率，懂了吧？所以他一个地方出问题，满盘皆输。他们是这样，那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看着，我跟你们说那虚假繁荣，知道吗？虚假繁荣，我告诉你们。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算了，不能这样打，我自己在这样 CEO 可以，我不行。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曲，OK， 想要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害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跟我走散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到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你的情敌也关注了我告诉你们，我的客户我有一个闺蜜圈的宝宝，她来找我，她进了闺蜜圈，我们闺蜜圈不是10个 W 吗？她进闺蜜圈，你知道她为什么？因为她老公是个多偶男，然后她发现她老公的1、2、3、4、5号选手全部都关注了我，然后他们都暗中监视着彼此，然后她发现1、2、3、4、5号他们的收藏夹里都是我。后来呢，她为了优于他们，为了比他们更进一步，进入了我的闺蜜圈。所以你的情敌关注我，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太正常了。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上层市场，我们没有下层市场，我们在这个上层市场，我们现在的渗透力有多么大？我们现在就大佬后花园都在这儿，不来找我的就已经输了，知道吗？就已经落后了。太卷了，都卷不明白了都。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小区你好，我学过金贵关系和其他一些录屏的线上课，然后大意上呢也都能理解。然后我想咨询一下正常的男女交往。我基本盘是这样子，我91年的收入大概30到50，本科在1.5线城市，有房有车无贷，长相属于很漂亮出众，因为我身高有177，我经常去车展还有其他演出，在普通人看来我是有一点小光环的。然后我这位男嘉宾呢，他是01年的，长相周正，就比我小10岁。他是本科校招进了一个存米的单位，有编制。
收入跟家境都不清楚。然后我和他的情况就是我去他的城市出差演出认识的，然后我觉得他是基于我的漂亮，然后他出钱出力带我去吃饭啊，去酒吧消费这些。他毕竟年轻，收入应该也不会很高。他没有问过我年龄，但他的朋友和我聊天时，我说我98年的，他应该是听到了。回来以后，我们像男女朋友一样保持联系，每天发地球分享生活。半个月以后，他来我的城市找我玩，当天10点半了，他对我的身体条件应该是非常满意。然后第二天他就得回去，他就邀请我一起走，我就去了。晚上喝完酒，我们去酒店登记，他发现我是91年的。到了房间以后，他就以有事为借口，一去不复返了。然后我晚上打他电话，第二天白天发他消息，他都不回我，直到我说如果你再不回我，我就去你单位找你聊，他才说他发现我们差了10岁，震惊了，有点不知所措，想要缓缓想一下，不知道怎么回我。他让我给他点时间，因为他工作很忙。我说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就把我删了就算了。他又说不想删我，因为他是喜欢我的，只是真的想要缓缓。因为在我的理解里，男人喜欢你肯定是会想要见你，所以那天我就是逼得很紧，我说你一定要见面，给我个说法，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聊。然后他应该是被吓到了，被逼急了，他就发了段小作文给我，大意就是他也没有骗过我，要闹要开心随便你，曾经还在纠结要不要继续，现在看来我们当朋友啊或者当陌生人或许更好。然后我也回了他比较长的一段话，告诉他我明年就要出国了，所以我没有想过未来，他没有问过我年龄，所以我没有算欺骗他，我也没有向他要过米，或者说是正式的女朋友身份。最后他说第二天可以送我去车站，然后在路上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我真的会去你单位吗？他用那种很轻蔑很摆烂的态度说不知道。路上他确实很忙，他一直在接工作的电话，我们没有交流，直到快分别了，他说回去给他发地球，我说你会回吗？他说当然了。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我在吃饭的一个照片给他，然后他也回了我，他说他刚下班，现在要去健身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挽回这段关系，我不奢求婚恋，哪怕在一起开心都可以，就是可能前面去单位这个操作吓到他了，毕竟他还年轻嘛，所以他本来可能真的是摇摆就要不要在一起，然后现在是对我放弃了，我要用怎么样的话术去修复，我确实蛮喜欢他，蛮上头的。你的目的就是想出国之前跟他玩1年是吗？可以这么说，对。然后出国以后就各过各的了是吗？是的，就是我没有要求要婚恋，然后我也不差钱。姑娘是这样子的，首先我觉得你需要正视一下你自己的内心，你要首先要自我认知要清晰，你没有你说的这么坦然，你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云淡风轻，你没有你说的那么拿得起放得下，你对自己的了解有点不太够，你知道吗？你在跟他说那些什么我去单位找你1、2、3、4、5的时候，在那一刻起码来讲你的内心是滋生了很多东西的。第一个东西叫做胜负欲，第二个东西叫做自尊心，就是你认为这个男生挫伤了你的自尊，你才会跟他讲了这些东西的。你的自尊心胜负欲都被挑起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有你说的这么什么我只是想玩一下谈个恋爱，我也没想怎么样吗？我觉得你对自我认知有点不清晰。为什么别人不能够违背你的意愿呢？你是否有点太过于强势了？因为我跟你讲很简单的道理，我今天跟你说什么东西，你就我是这样的，我好 OK 做。但问题是我们挂了这个麦，后面你就算真的跟这个男生还能有点什么故事，但是很快又会发生第二次这个男生不如你的意的事件。你在那样的事件当中，你依然会起跳，因为你拿到正反馈了，你在第一轮起跳的过程当中拿到正反馈了呀，你的这种行动路径会被强化的呀。
那所以这段关系还有的救吗？不是救不救的问题，是你到底要干嘛？就是有胜负欲的，肯定是有胜负欲的，就没有在别的男生身上有过这种挫败感。就是你首先要明白，就是你要明白，人家是比你小10岁是吧？对。你要明白，一个比你小10岁的男生不接受比他大10岁的女生，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你的年龄是定局，未来不光这个男生，还会有无数的男生都会让你感知到这一点的。对，但是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你就把我删了吧。但他又说我是喜欢你的，我不舍得把你删了。不是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男生其实他是有点害怕的，你知道吗？你前脚说要上人家单位去找他，后脚又说啊你就把我删了吧。这个男生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这女的很吓人的，我真的把你删了，你又来找我怎么办？你发疯怎么办？他为什么会去送你？他也是怕你发神经啊，他怕你发疯啊。本质上来讲，就是他被你的威胁恐吓到了，所以他只能被你摁着头把后面的这个流程走完呢。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你是这么个性格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未来还会有很多的关系，还会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事儿。首先是你是不是要自我调节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样一些动作，去压迫别人，迫使让别人怎么着，这样的关系本身它就不是正向的，它就不是良性的。你们在这样的关系里，双方都是会受挫的，双方都会很痛苦很难受的，这才是刚开始，越往后越难受越痛苦。那所以继续给我的建议是我现在应该，我觉得你应该首先把自己调整一下，我觉得你应该向内修一下，你在这个方面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向内修一下，有些东西是不是要淡一点坦然一点。我跟你讲啊，实际上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大别人10岁的这种成熟度跟淡然处事的态度的话，在他走了以后或者干嘛的，其实你就应该就是潇洒的走掉，可能他自己又会回过劲儿来，觉得说啊，我有点做的不合适。而且你怎么能指望一个00后的男生很成熟呢？他能够非常妥帖的去处理你的情绪，他很难的呀。他只是在当下，他觉得我靠，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比我大太多了。他就是当下他的恐惧嘛，他就落荒而逃嘛，他是这个状态。那从你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个男的，对不对？玩了就算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淡一点呢？为什么还要想去扯人家干什么呢？所以继续觉得我就是干脆就放弃这段事，没有是这意思意义啊。所谓的放弃与不放弃，无非就是个长时间一点的 PY。我告诉你没有意义的点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男生他就是一个在内心当中很抗拒比他大10岁的女生这件事儿的。你跟他后面就算是你去示好了，你去干嘛了，把他拽回来干嘛干嘛，你跟他相处无时无刻不会感知到这种自尊心被贬低的状态，因为他内心当中他就是会觉得有点嫌弃，你懂吗？你不能强迫别人爱上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女人。主要是他没有问过我年龄，就是他就是基于我的其他的条件，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可能是互相喜欢的。他可能是觉得哎，你的长相啊气质，他觉得比自己如果说只是大个什么3岁什么的，也许他可以接受，但是真正差距大了，他可能就不接受，就是这样啊。那未来相处的每分每秒，他会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在意。你每次在这种事情上面，你的那个自尊心都会被点到，你懂吗？那就是不挽回了是吗？没有意义，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向前走，没有太大的价值。我就不用联系了吗？对的。好的，我知道了。好，拜拜。好，谢谢叔叔。我们要对有价值的人和关系才谈得上挽回。
当这段关系我已经能预见到它是没有价值的，它不仅仅没有价值，还会让我产生更多的内耗。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些动作，其实是在消耗自己。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的人生是有排序的，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人生是有排序的，做让自己进步的事儿大于休息，对吧？休息大于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大于消耗，消耗的事儿是什么？永远不要做。我已经预料到跟这个人往后持续的接触会让我无尽的消耗了，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做呢？我跟对方就会不断的进入到那个情绪的拉扯里头，对不对？这个事儿我已经能预见到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我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因为我也不差，对吧？我能被一个，说白了，他能被一个00后的男生第一眼看上，本质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漂亮嘛，对吧？还是看着小嘛，漂亮嘛？那你想想看，一个91年的女生，漂亮，经济独立，方方面面的很 OK， 她其实任何时候走出去，喜欢她的人不在少数，也会有，无论是80后还是70后还是00后，都会有能够接受你的真实年龄的人，对吧？你要不然就从头瞒到尾，永远不让对方知道。你不要又让对方知道，又想让对方不嫌弃，是不是？要不然我就是从头瞒到尾，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想出来晃00后的弟弟，我也不想人家知道我多大，我从头到尾我不可能告诉你我多大，反正我也没打算跟你认真，我有什么必要跟你讲呢？选择性告知，这个逻辑是闭环的，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要不然你要是说出来了，你要让别人知道了，那么你内心的想法一定是我要找的就是一个接受我的年龄的人，你接受我们俩就好，你不接受那就不要好，对不对？这个也体现的是我的拿得起放得下。最怕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拧巴，我又要让你知道，我又接受不了你不接受对不对？我让你知道了，完了以后你一旦不接受了以后，我又会觉得我操，我他妈的不爽啊，你凭啥不接受？那就是不接受，对不对？我们直播间里那么多大几十岁的爹爹给人家付出几百个 W 上千个 W 的，那我说句实话，也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能接受的，对吧？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能接受这个男的就是给你几百个 W 上千个 W 你就能接受这个男的比你大30岁，你就能去伺候那个爹爹的，是不是？这样的富豪爹爹他也会吃闭门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首先是要自我和解，对吧？我们首先要自我和解，我要知道我不可能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喜欢我我只能让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喜欢我，所以说你喜欢我咱们就往下，是吧？你要是说不接受不喜欢，我尊重，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呀，你看我就是我也想的特别的明白啊，对吧？如果说别人不接受，那不好意思，那就 OK， 我祝福你，对吧？你接受那就好好处嘛。首先是自洽，因为你自洽了你才会觉得很幸福，如果你不自洽，你在这个点上不自洽，永恒的被点燃你的这个自尊心挫败感，那么你后面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你不停的去找这种关系试图证明自己，然后又是每次都会挫败，每次都会卷入到无尽的挫败感当中，你说有什么价值？没有价值，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1年365天都是在这3个时间段开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过年过节，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账号出了故障，所以大家不要走丢，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今天 CEO 出差了，你们在我的直播间就算再喜欢 CEO， 你们也要更喜欢我，好吗？你们要是再这样的话，你们要是说爱上我的 CEO 了，我跟你们讲啊，那个 CEO 我跟你讲我会报复他的
啊！你们给我注点意啊！你们想让我们的 CEO 还能场场返场，还能有好日子过，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这说话注点意啊！我跟你说，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该吃醋时就要吃醋，对不对？那哪能由着你们搞？来，下一个来。Hello， 继续。Hello， 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很喜欢你，就是要是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我今天想咨询的是正常的围内关系，结婚2年没有求，想扯快乐证，如何把控起跳的节奏？我的基本盘是今年32岁，硕士，体制内，坐标18线小城市，家庭资产500个，老公同岁，也是硕士，创业中，自己没什么米，家庭资产3到4千个吧，但是对我们的小家庭也没有什么付出。平时的日常开支就是我们一半一半，我也没有掌握经济大权。男方的10点半也不行。最近被我发现他和4个 YC 女同时聊 S， 下面就说是 ABCD 吧。和 A 女 K 某房追 B 女，1个月转账3个。半夜去接 B 女下班，被我抓现行，赏了她一巴掌。你赏了谁一巴掌？发现的都是你赏了谁一巴掌？赏了我老公一巴掌。人家 YC 女毕竟也是出来赚钱的，这个也没什么吧。然后 C 和 D 发现的目前都是转账。我之前属于性格比较好，也比较理解包容他。男方自私强势，在外面呢是随和大方的富2代人设，在家我找他要几千块都哭穷不给。平时物质付出和情绪价值都给的很少，反正总之就是一个稀巴烂。本来呢我是想忍到年底，因为年底男方会有一个20个的进账，说要给我管，让我每个月给他发点，但是上个星期不就因为这件事儿没忍住起跳了吗？我现在呢是拿他和 AK 某房还有接 B 下班的事儿提出扯快乐证。男方对我来说可能对我还比较有感情，他就说不愿意，如果要是扯证就要一起去狗带。我目前的打算是呢，先起跳一波，拿到经济大权，假装翻篇，然后等年底那20个到账之后再挑一波扯快乐证。现在的情况呢，我跟他说是让他自己主动承认，什么都好商量。然后他竟然敢在我面前就是拿家人的性命发誓赌咒，说没和别的女人10点半，就是主打一个死不承认。但是我们不是说了男人3件套干嘛呢？就真的是但是他还不知道我现在手里面有 hotel 的订单截图，然后转账记录和他们的聊天记录，我也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让他这个星期内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要不然他到哪儿我就跟着他到哪儿巡回发疯。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就是下策，一旦我跟着他了，让他在家人朋友面前社死，这个事儿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也没有谈判的余地。我就想请问曲曲，如果这次他还是不承认加冷处理，我应该怎么先跳一波？不用承认呐，你都已经当着面给了他一巴掌了。我跟你说，你直接首先啊，你给了他一巴掌，这个事儿他得认吧，他确确实实是跟别人在一块儿这事儿得认吧，对不对？他知道这件事上他首先是站不住脚的嘛。就这一件事儿，首先我觉得就能够帮助你拿经济大权了呀。你现在找他要经济大权了吗？还没有呢，就想连了麦之后，对啊，请你给出主意。你说你别跟我在这装死骗赖，好吧？你说你说你别狗带，你要狗带，你自个儿一个人狗带。你说我只能看着你狗带，我还给你录个像发给你爸妈。你说我不能陪着你狗带啊？我是这样说的。对的，首先咱们把这个事儿说明白，对不对？你说我日子过得好得很，你说别的呢，在那跟我，你说你演《甄嬛传》呢，对吧？你说很简单啊，经济大权上交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不上交这个事儿，我就捅出去，你自己看着办。首先第一件事是把经济大权拿过来。或者说你看看他的账户里还有多少，一次性先转过来。好的。你让他当着你的面把他的什么卡呀、什么这个是那个的都打开给你看，而且你记住了，一定要把那些卡号什么全部都记下来。然后看看里面有多少，让他一次性都转给你，知道吧？然后他要是不转给你，你就把你的这个什么证据拿出来甩他脸上，对吧？
行，我就是不会软硬兼施，就怕一直这样硬搞，把他逼急了，直接扯证就什么也得不到。我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呢，就是一个是他三个锤吧，第一个是他和 K 某房的记录，一个是他追 B 女并且1个月转账3个，然后第3个呢是1年在 YC 花的有10个。就是想请教曲曲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术，这些锤应该怎么分播放？不是，你节奏。你打他的时候他是哪一个？打他的时候是他接的那个 B 女下班那个。那你就只拿 B 的这个记录就可以了。就这次先跳这个。哎，对的，你这不是打他了吗？这玩意儿不是抓现行吗？因为我告诉你啊，你跟他的任何的什么记录，只要没有抓现行，他死都不会认的。他死都不会认。是，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对的，所以你只能把他锤的不能再锤的东西拿出来跟他谈，知道吧？其他那些东西跟他谈了没用，还死脸一个。对呀，那年底的话，如果我是想扯证的话，再放其他的，是这样吗？你那么想扯证啊？哎，就是不想跟他再耗了。那我跟你讲，过我自己的不好吗？你不想跟他耗，你拿财政大权是没有意义的。你得拿财产，知道吧？婚内财产协议，你们有没有房产或者什么东西可以规划过来，然后做公证的？这些东西对你才有用。你要那个什么财政大权，他能挣几个钱的？他也不挣钱，就是房产这套房产在他妈的名下，然后有一个车60-70万，大概是在我的名下。我就是不想跟他耗了，年底等他那个20万进账了，我就拿着走人。我是这样想的，真的是没什么意思。那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就跟他，你相当于其实你只能拿那个20万，没有多的可以拿喽。我目前还不知道他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这就是我说的，这一次就聊这一个事儿，你别聊什么经济大权，就把他银行里所有的什么某宝啊、什么某微钱包啊、什么银行卡所有的账先清一遍，然后把这些先清空，看能不能清空，只做这个动作，因为这男的一听就挣不了啥米。对，但是他能跟别人转，就说明他有，对吧？他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外面挺注重人设这些的。我除了是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巡回发疯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其他的抓手啊？不要，这样你不需要了呀。哎，小姐啊，你不需要了呀。你想的是扯快乐证，你跟着他发疯干什么呀？你不需要跟着他发疯啊。你现在只是就这一件事儿跟他谈明白，把米给他弄过来就完了呀。你跟着他干什么呀？他就是现在是装死，然后不承认。反正挺烦的，就是打死主打一个。我跟你讲了呀，你就只拿他跟他转米的这个3个 W 的这个事儿，然后加你当面不是抓着他打了他一巴掌吗？这2件事儿去谈就行了。就是让他把所有的1、2、3、4、5的账必须给你拉出来。你说你给人转这个3个 W 这事儿，你说你跟我在这哭穷是吧？你跟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我看看你有多少米，然后你要把这个就搞过来就行了。你没有锤的事他是不会承认了，我跟你讲了。对，他竟然敢拿全家的性命发誓诅咒他。哎呀，我跟你们讲，对，来，男人3件套，大家给我们打在公屏上来。我们跟大家讲了，男人3件套，来，有没有好学生把男人3件套打在公屏上的？男人3件套，这不，他怕什么呀？好多女孩子好天真的，我跟你说，能够被你让他发誓唬住的男的，那都是属于没有什么江湖经验的。基本上出来玩的狠的，没有一个是能够被发誓唬住的。对天发誓，倒打一耙，对吧？还有什么死不承认，对吧？你看死不承认，对天发誓，倒打一耙，这我们说男人3件套，对不对？我就是怕现在把他给逼急了，年底那个等到那个我等不到那个20个进账，他要扯证可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那你就开始只能就是你就开始滑天下之大稽了，那就他走哪跟哪了。那我觉得这个法子挺好的，都不想玩。这样啊，这有什么想与不想的呢？我觉得挺开心那个事儿。行吧，想与不想的，对不对？行，他这样装赖，我也就只能这也耍无赖了。对啊，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的嘛。他还跟你狗带呢，他就是说白了，他觉得比不要脸，你比不过他，
你得打破他这个认知，你得打破他这个认知，知道吧？行，好吧，好的，谢谢曲曲，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手机为什么一直在闪屏啊？我们当时在讲这3件套是不是？哎，死不承认，倒打一耙，对天发誓3件套的时候，好多人在我那个视频下面留言说，他们让老公什么说拿你未来多少年的财运发誓什么的，他们就不敢发了。你们的老公都是贤良淑德的老公，真的。你让他发誓，你让他拿什么财运发誓，拿爸爸妈妈发誓，拿这个发誓，拿那个发誓，他如果就不敢发了的这种，你们好好的珍惜啊，好不好？我就建议你们好好珍惜，真的，这种老公是属于贤良淑德，懂吗？你们就是属于，你们这种老公是属于小白兔老公，你以为呢？你以为被你知道了点啥，他不敢发誓，这怎么着了呢？这种老公都是好老公，大家好好珍惜，知道吧？我告诉你们，行走江湖多了的人，就我告诉你们，10个男的里边，5个以上都是敢拿任何东西发誓的，知道吧？出来玩的多的10个男的里面，5个以上都是敢拿任何东西发誓的，5个以上。5个以上，我告诉你们，所以我说，你们那个不发誓的已经是找到了很好的那一半了，已经是找到好的50%了。他还有点良知，还有点底线，知道吗？什么都能发，哎，没有不能发的，我告诉你。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捉到了他就会承认，捉到了，只要他没有在。我告诉你们，就算只要玩的早的，玩的多的，哎，稍微的玩的潇洒一点的，你就是给他捉现行了，他都能给你编一个理由出来，知道吗？他都能编，说那女的给他下药了，你们信不？真的，他要么就说自己喝大了，要么就说那女的给他下药了，你们信不？只有你们想不到，真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知道吧？他就可以说那女的为了勾引他，使尽了浑身解数，知道吧？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脑子一迷糊，他说肯定是他在家里放了什么东西，他肯定是在这给我放什么东西了。你们说有多少男的跟你们讲啊，被你们发现了那些什么 PC 的转账记录以后，跟你们讲说我是陪领导去的，我是陪哥们儿去的，我没去的啊？就这话你们有听的吧？就这话 1.0 版本啊，就这个 1.0 版本的，是吧？我在门口，我买单，我没去，我帮他们买单，我在门口，我请客。是吧？哎，我陪他们，就这还有人信呢，是不是？就这，哎，我没点，我没点，哎，你们想想，你们就想想，那个男孩子啊，16岁的时候开始，他就会跟你说，我们2个人晚上一起啊，我们去一间房，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做的。我什么都不做，是吧？我就在外面，我什么都不做。16岁开始就会聊这种天了，知道吗？人家这个是童子功，是胎教，你们是不是童子功胎教？你们老觉得这好像是什么高精尖的打法，什么高精尖的打法，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不对？哎，我就说了吧，女孩子从小看的都是什么？女孩子从小看的都是白雪公主，男的从小看的都是孙子兵法，主打就是个兵不厌诈，知道吗？所以你说我们这脑子啊，浆糊了都是正常的。从小这个受的这个从小的童子功教育、胎教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打法。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都是这个3个时间开播。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这个号没了。好不好？大家不要走丢，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好吗？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好。你说。我今天想咨询一下正常的婚恋关系。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今年26岁，是985博士在读。我长相中等偏上吧，算是个小美女。也不是说那个多好看的那种，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然后我家庭呢，就是我爸妈，我们是县城里的事业单位，然后我有一个弟弟，所以以后应该就属于他爸妈帮不上什么大忙，但绝对不会拖我后腿那种。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的男朋友，他比我小1岁，25岁，身高170，体重170，就有点敦实，长相呢也你是爱他的，宝宝，你是爱他的，你真的是爱他的。这个你用敦实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时候，就是你的内心饱含着大爱讲出来的词儿，你知道吗？你接着说，接着说。然后他爸妈有一个公司资产，一个小目标吧。他是美国读了5年本科，回国工作2年，现在又去美国读硕士了。我们才认识，就是在一起1年多。以8月份为分界，8月份之前呢，就是我们都在国内，一周见一次，他对我很好，然后周末就一起吃喝玩乐，然后也都是他来承担。然后8月份出国之后呢，这4个月他总共给我转账1.5W。因为他自己也在读书嘛，他也不赚钱，他用的都是他妈妈的钱，然后学费是1年40W，房租是3W。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下，我不会判断他的想法，就是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跟我奔着结婚为内走的，还是他对我持一个观望的态度，还是他根本就没想过跟我那个结婚。他现在人已经出国了吗？对，我们4个月没见了，8月份出国的。然后你们俩每天都联系吗？对，每天都联系，他对我挺好的，就每天都会视频。我觉得他也没有那方面，他每天就忙于学业，他没有别的想法。他什么时候回国？元旦。就不回去了吗？回去，因为他要读2年硕士，回来待1个月。那你怎么不跟他聊一聊，让他带着你过去陪读呢？因为我在读，我也很难，很不容易才申请上我们国内的985博士呀。我也在读书呀。你多大了？26。目前看来呢，这个男生他还是想跟你在一起的。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他多大了？小1岁，25岁。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咱们一定要降低预期，知道吧？毕竟呢，异国这个事儿啊，如果你预期高了的话呢，我是怕你会受伤。虽然说这个男生他现在的态度是诚恳的，但是不代表未来，不代表他在那边待时间长了以后不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们俩一共谈了多久？1年4个月。1年4个月了。我觉得你们俩可以聊一聊直接领证的事儿，就是说，我聊过，然后他说，他想申请完硕士，还想在美国申请博士，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个本事，就他是那种读书很笨的人。首先他申不申请博士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样，你不能说我觉得他申请不上。如果他是因为申请不上来跟你结婚的，你就开心了吗？不是，我希望他发展的更好。对呀，所以说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需要在比如说2年的时间，对吧？我们俩在一起2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俩得领证。如果我们俩不领证，那我们就拜拜，就这样。明白。他可以回去读他的博，无所谓啊。明白。但是我有跟他提过这个事情，他明确说了，他说5年内不会考虑结婚。那你还想个屁？
那你就不用想了，大姐。这个男生能说出这句话，虽然说他现在对你的态度是 OK 的，但是他很清晰的一件事是，他的时间、他的青春是可以被浪费的，就是在男女关系这件事情上。诶，这个为什么给我封了？明白吗？他很清晰，明白了，就是他的时间没有那么重要啊，好不好？那就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也就很一般嘛，然后我现在还在读书，每个月补助就3K，然后不够花，然后他虽然给我的很少，但是对于我来说，在他眼里很少，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多了。那就是有他在，不分手我就会有这么一点点补助，那我还要跟他继续还是干嘛？他对你有用，你就要跟他继续，但是你内心世界要有一个清晰的评判指标，就是这个男生不会跟我一直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一点点米，然后我要寻求更好的自我发展，我还要继续去对碰。明白。那因为我现在在那个搞科研嘛，然后精力就全部放在科研上，然后您觉得我应该分出多少精力来去考虑婚恋？我觉得你还是先好好的搞科研吧。我永远都只能分出20%的精力，能够走雄竞的女孩子永远都只能分出20%的精力搞所谓的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只能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甜品存在。好，那我明白他根本就不想跟我为内，然后我想让他对我付出更多，就因为我住的这个宿舍条件特别差，我想让他或者是他爸反正就出点米帮我租个房子，您觉得可以吗？你就提嘛，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我们就试着提。有这个想法，我就去好好跟你聊。那他不同意呢？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同意。他现在每个月能给你补贴多少？3K 吧。我觉得你再找找别人吧。你还年轻，也有一点点小光环，因为你有博士的小光环嘛。你还可以找找别人，3K 有点少。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经济补助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男生都可以满足。但是他不赚钱呀，就是不是他花的是他爸爸妈妈。大姐，我需要体谅他为什么没有吗？他又不跟你结婚，他不是你老公，他能够给你带来的唯一的价值就是这个呀。明白了。他的唯一的价值可替代性太强了，听懂了吗？所以你可以找一找轮替对象啊。去哪儿找啊？马路上去哪儿找？行，谢谢你。好，就这样，没有问题。拜拜，再见。我刚刚那边，我跟你说，现在还是这样的，人上快了的话，他还是会定义我们这个相关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前几场之所以没有关，是因为前几场他给我控人控在5000多左右，或者5000以内，一上到7、8千，他马上就开始，还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举报太多了。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游击战嘛，对不对？被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大家一定要适应，要习惯，对吧？要适应，要习惯，而且呢，要转念，不要觉得这是让大家觉得很烦的一件事儿，应该让大家觉得这是让我们很有参与感的一件事儿，对不对？每一场都要找一找，蛐蛐在哪儿呢？蛐蛐在哪儿呢？为什么看直播能看出一种躲猫猫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参与，重在参与，知道吧？即使不连麦，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参与感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1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开播。如果没有找到我们的话呢，一定是因为这个直播间又出故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指引我们的大本营啊。每一场都在追好自己，关注了我100个号那就对了，是不是？那就没毛病啊！千万不能给我整丢了，是不是不能给我整丢了啊？有多少宝宝每天都是看着我内心就找到了安全感的，有吗？有多少宝宝是每天看着我就觉得能量满满，然后找到了安全感？然后很多比如说2天的时间里边想到了很多东西，就觉得很难受很痛苦不自洽的时候，然后我开播了，然后你又在我4个小时的直播里边找到了让自己自洽的方式，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效用，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变得自洽，帮助大家变得自洽。我有一些就是闺蜜圈的宝宝，有的时候会跟我聊嘛，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平时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找我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都说白了，都已经跨越阶级了，也都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金字塔尖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跟我聊说，为什么喜欢我，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我之前，其实很多他们曾经走过的路，曾经用过的方式方法，然后呢，其实都是他内心当中的一个心结。就当他走到今天的时候，他再去回看过去，他总会觉得有一些东西他无法面对自我，他自己不认可他自己很多的行径。虽然他今天的结果很好，但是他过去有很多的路径啊，是他自己不自洽的。但是当他们找到我，听到我了以后，我的很多的输出突然之间让他们一瞬间自洽了，让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哎，我与过去的自己和解了，我过去做的很多东西没有什么问题，我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能力跟我的实力达到的。所以他们在这一瞬间，他们突然就觉得自己变得非常的美满。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闺蜜圈的宝宝，说实话他们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闺蜜圈现在有100几十个人吧，100几十个人，他们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已经都生活的非常 OK 了。但是他们特别喜欢我，拿这个来支持我，其实本质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觉得我让他们自洽了。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很多宝宝在我的直播间里，不管大家是处在生命当中的哪个阶段，是吧？或者说你们在面对什么事儿的时候，也许你们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来跟我对话，来跟我连麦，但是可能在你们的生命的过去或者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事儿，让你觉得没有那么自洽，自己无法自我说服，没有办法自我说服，就不自我认可。无论你现在拿到了什么结果，过得怎么样，但是你都没有办法自我认可。所以说其实你们看我的直播，很多时候就是在我的直播当中找答案，对吧？找解答自己内心当中最大的那个不自洽的那个点的答案，对不对？是这样吗？你看，所以为什么我不敢断播？无论平台上有多少人在攻击我，或者说我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只要是能不断播，我就不会断播。无论我在什么平台，我一直坚持在这个时间段开播，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在看不到我的时间里边，又一下子思想走到死胡同，一下子一个点就想不开了。我希望我能源源不断的去给大家去提供能量。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在我给你们提供能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在反哺我。因为当我帮你们去解答了很多心中的困惑的时候，或者当我在连麦的时候听到很多姑娘她在我们这里得到了她想要的解决方案，或者我在留言板里边看到你们的这种，就是你们很认可我啊，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收获到了更多。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热爱我这份事业。我现在已经非常淡然的面对我们直播的这个长期要被关呐，或者要跑路啊，我已经非常的淡定的面对这些事情了，是因为我内心当中有很大的力量在支撑我的这个信念感，知道吧？
来下一个来。哎，你好，听到吗？Hello， 你好，你好，你说。哎，你好。我写了一个东西，稍等一下。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然后我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吧。我是在一线城市，家里资产1000多个，本人30岁，硕士，然后是在苹果体系内工作，年收入20个 W，身高160，身材还可以，长相7、8分。18年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嘉宾吧，他46岁，然后18年到19年我们见了5次左右。然后他陆续给我转米2个 W 左右，然后20年到21年没有见面，然后今年见了3次。前2天在逛商场的时候，他给我买了2个 W 的金镯子，然后他说他15年扯了快乐证，然后4个小孩在漂亮国，考虑跟我买房子进围城。我现在大概有几个问题，然后一个是他总是想说要跟我去郊区走一走，或者去外面旅游1、2天，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是时候，怎么去委婉的表达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俩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对吧？对，目前还没有。那你就不拒绝就完了。我跟你讲啊，这种东西不需要委婉，懂吗？因为当你还不想跟对方发生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件事儿并不可耻，并不让人惭愧，懂吗？你只需要跟他说，我觉得时间没到，我们再相处一下，我觉得时间没到就可以了。清晰的表明自己的界限，不需要那么磨磨唧唧的。明白。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皇帝男，然后如何让他给我加大米的投入？哎呀，好好相处的过程当中，看他表现，你只需要展现自己的优势就可以了，懂吗？展现优势的过程当中拉情感。我前面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知识点了，重点不是在于怎么去开这个口，重点是在于你怎么让对方上头，这个是重点。对，我这个是还是比较理解，因为听了您很多一些相关的一些直播这样。对你然后他跟你承诺的东西，什么买房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东西呢不用那个，你知道吧？不用去思考那么多，真的是情感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然后他才在说啊，我们2个人要出去玩一下，干嘛干嘛的。我跟你讲，可不要选那些什么周边的那些鬼便宜地方，懂吗？要出去玩，咱们就去个高大上的地方玩。要出去玩，你最次去澳门。干嘛呢？要搞些什么乡村游啊？搞农家乐？没有这个玩法。明白。然后像他的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就是比方说约他到酒吧或者什么地方，然后2个人喝点小酒，跟别的男生调情，然后这样子去刺激一下他，或者是怎么样，就拉情绪这种。你有病啊！你要在他面前去跟别的男的搞，你有毛病啊！哎呦我的妈呀，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还不是。你先下去学习一下吧，好不好？你这天聊的我都下头了啊，好不好？你这天聊的我太下头了，你这一听就是长期跟下沉市场的男的相处的。我跟你说，只有跟下沉市场的人相处的人，才会觉得我要时时刻刻的不停的去引入竞争机制，而且是引入这种非常 low 的竞争机制。除非你勾搭的那些男的全都是身家过亿的，可以。什么在酒吧里头跟别人勾搭一下，这种人 low 嘛 low 的要死，你觉得能够刺激到谁呀？然后我是下个月生日，然后我要怎么去开口去说这个事儿吗？提前就告诉他，就是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下个月几号过生日啊，就是聊的时候就可以聊到这个点呢。我正在找，比如说我正在找我今年过生日看在什么地方吃饭什么什么的，就是顺口就说出来了呀。
那然后他的表示就看他愿意怎么样就好了。对啊，我要去引导一下，或者是哎呀，没太大必要。我跟你讲，这男的听起来啊，不是那种非常大方的人，不是那种非常大方的人。我建议你降低预期我建议你降低预期。不是那种非常大方的人，你也不用什么我去引导。那我跟你讲，引导来引导去，那男的一听，这女的又在跟我开价，没太大个意思，知道吧？还不如拉长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长，拉长相处时长，这个才是重点，就是拉长发生之前的相处时长，拉到让他不停的看到你还有什么闪光点，你有什么价值，你有什么优势，然后他自己觉得，我还是得付出点，不付出这搞不定啊。他有这种想法了才行，要不然你送上去就是个一次性的啊。然后他也就不怎么跟我讲他的事业，因为他也是做生意那块的。那我要不要去了解，还是我就不去问这个事儿？到哪儿啊？你哪到哪儿呢？人家干嘛跟你聊这些东西啊？那我明白了，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曲曲。拜拜。哎呦，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一开口，我就知道你们不是很适合走这个路子。我跟你们讲，我们每天啊，脑子里过的案例太多了，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没见过世面。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如果没有见过世面的时候啊，你被低成本持有或者说被白批都太正常了，那是应该的，懂吗？因为那个男的如果他想大额付出的时候，他不会找你，你懂不懂？就是给你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妈旁边，比如说我妈，别说你妈了，说我妈每天玩的都是她那些亲戚朋友，知道吧？就是那种退休金可能一个月拿几千的亲戚朋友，这就是我妈的圈子。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会不会给我妈买爱马仕？就是我会不会给我妈送爱马仕的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不会吧？我为什么不会给她送爱马仕的包？就这个事儿，她是不是完全是因为我大方还是抠呢？跟我大方抠有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跟我大方抠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他那个圈子没有人认识，懂吗？他那个圈子没有人认识，所以这个东西给到他发挥不了这个东西的价值。我花了这个钱也没有意义，因为他用这个东西没有用，懂了没有？所以说什么叫做我说有的时候没见过世面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没有经历过什么高消费的圈层，你身边没有太多这种高消费的人群，那么这个男的他看你也一定是这么一个人设。当他想要去追求你或者干嘛的时候呢，他是不可能去买那些花那个他认为完全超越了你的社会阶层属性的东西的，因为他脑子里除了抠与不抠吧，抠与不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于你而言没有价值，知道吗？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还原到啊，我告诉你们，还原到有一些姑娘啊，为什么他们跟这个大佬在一起好多年小敲小打，可能换了无数个大佬他还在小敲小打。我跟你讲，还原到这个点上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姑娘太抠了，知道吗？就是有些姑娘啊，她跟大哥其实很有实力，或者说她其实身边一直围绕着很有实力大哥，她也一直不缺大哥，但是她就是没有办法让一个人为她付出很多。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姑娘太抠了，不是因为这个男的，
知道吗？因为这个姑娘她对自己不做消费升级，就这个男的无论给了她多少，他永恒的都只会把这些米攒起来，比如说买房子，比如说买黄金，懂不懂？他自己不做消费升级的时候呢，就是在他对面的这个人看他，永远都会认为我给你那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认知，没有这个意识，你也没有这种需要这样的圈子。因为如果你真的需要这样的圈子，为什么你有米，为什么你不包装自己呢？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客户，他们1v1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他这个客户选得好，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拿到巨大结果。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停的会跟这个客户讲要消费升级，这个就是你的格局，知道吗？你们不消费升级，你的格局不上去，你的这个目标对象啊，他看你，他永远就觉得你就是这个生活水平，他再怎么样对你大方，他只能基于你的水平对你大方，懂不懂啊？因为他就像我对我妈不会不大方，我对我妈我一定愿意给她，但是有些东西我不会给她，是因为我认为没有意义，明白了吗？我认为没有意义，就是这个点。所以很多人他们就非常的傻，他傻在什么点上啊？他总觉得他需要给那个男的就是展现出一副贤妻良母的人设。其实就这个你展现贤妻良母的人设的时候啊，其实他是个双刃剑。他一面呢可能让这个男的觉得你这女孩确实还挺好，挺靠谱，但是同时另外一面他又会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你投入特别的多，是这样的，知道吧？你们身边，我告诉你们，就我跟你们讲的这一个点，我可以这样跟你说，没有几个主播跟你们讲得出来。就我跟你们讲的这个需要自我进行消费升级这个点，我告诉你们，没有几个主播讲得出来这个点。但凡是没有真正的帮很多人完成过一两年的时间完全的阶级跨越的人，他跟你讲不出这个点。我告诉你们，他绝对讲不出这个点。他能够帮助你在别人那儿小敲小打啊，今天搞个包，明天搞个这个，明天搞个那的，我告诉你，他讲不出来这个东西，因为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认知，明白吗？而且就算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点，他们在讲这个点的时候，他们也会讲得很不好。为什么？他自己不自洽。我告诉你们，花钱这个事儿啊，是要靠胆量的，是要绝对的魄力、胆识才能花得出来的。你没有一定的魄力跟一定的胆识，你真的花不出来。你就算把这个话讲出来了，你也会觉得内心很不自洽，因为你一定会想着，我买房多好呢，对不对？我买那些能搞身家的东西多好呢。其实那些东西啊，放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是在做苦力活，你那个是在做苦力活。我们任何时候一定是要用最小的力气撬动最大的价值，知道吗？什么叫做用最小的力气撬动最大的价值？就是当你没有上到那个层面上面去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把你的米花在什么地方，它是能价值最大化的，能让别人他没有办法一眼看透你的身家，让别人觉得我靠，这女的好高级，是吧？哎，见过世面，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吃过，什么都玩过，什么都用过。他自然而然的，他在出手的时候，他还要掂量掂量这个东西出不出得了手。当你能够接触到一个大佬，或者接触到一圈大佬，但是你的行为举止还是跟，比如说刚刚那个连麦的姑娘，还是跟一个没有见过的世面的女生展现出来一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就没有撬动最大价值。
最后在呈现形式上面你就没有撬动最大价值。明白吗？你看起来可能你银行卡里的数比别人多点，但是更改不了，你依然是在干苦力活。你依然是在干苦力活，明白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大家如果没有看到我的直播，一定是因为我的这个号出问题了啊！但是我们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我，或者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 你好。KK， 我听不到。说话。来，先挂掉。哎 ，Hello， 是我吗？哎，是你，你说。哎 ，Hello， 曲曲你好，我是之前1v1的学员，然后看了你很久，特别喜欢你啊。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今天是想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和男嘉宾是否还有复合的必要。如果没有复合的必要的话，那找一个什么样条件和性格的对象会比较匹配？我的基本盘是28岁，本科毕业，颜值6分，然后收入是10W 一年，超一线城市的本地人，家里在市中心有一套房，价值是1000W 左右，父母是事业单位，已经退休。男方是28岁，颜值身高都不高，然后收入跟我差不多，是 bank 工作的，家里2套房，父母也都是 bank 工作的。然后我个人情感经验比较匮乏，之前交往过对象都是2-3个月就分开了，然后并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没发生实质性的关系。然后男嘉宾是我第一个交往时间比较长的对象，我们交往了8个月，然后我们是社交 APP 认识的，然后从认识开始，一开始还比较主动，但是就推进关系，然后很快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感觉他的状态就是一直都是有点不像是热恋的状态。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问题，他就有所改变。后来我就发现他点赞他前女友的微博，一直在点赞，然后并且我发现我跟他前女友就是长相什么都很相似，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就一直没有忘记前女友，然后把我当替身呢？但是当时我也没有说出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们交往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然后后来随着慢慢交往，他说之前跟前女友交往3年，然后没有进入围城，然后之前都是被抛弃的，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就是很想进入围城。但是我给我的感觉是他只是想进围城，并没有对我就是特别的上头。然后对我也不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大方的人。就是除了过生日之外，然后其他的节日的话，没有主动的说有一些仪式感。然后后来从就是9月份我们出去旅游之后回来就频繁吵架。后来我开始准备考
考公务员，然后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影响我学习，我就提出了分手。然后他挽留我说以后不会影响我，然后开始陪我学习。然后在这期间吧，就是可能是双方压力都比较大，然后大家就是还是可能时不时会吵架。然后后来上周的时候他说就是希望谈恋爱就是稍微松弛一点，以开心快乐为主，说想跟我走到最后，但是现在状态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就说那个想维持男女朋友的名义，但是舍不得分手，但是想让我放下一些对男女朋友的要求。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不是又想享受男朋友的权益，又不想承担男朋友的责任吗？然后后来他觉得他那么说也不对，然后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以后坦诚一点。什么玩意儿啊？这男的都不值800啊！我先给你定个性啊，你下次不要为这种不值800的男的上来连麦啊！说完了吗？你提问题了吗？还有，然后后来就是当时和好了，然后后来又过了几天之后吧，就是我发现他，就是我那天生病，本来那天晚上我们打算一起见面，然后那天我生病就回家了。后来我发现他下了班之后去喝酒了，然后还跟我说是去，就是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我又发现他点赞了前女友微博，然后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跟他摊牌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分手了。迅速提问啊。对，然后但是之前就是比如说过节什么的，或者吵架的时候，我提了一些要求，然后他也照做了，然后每次就是也有一些改变吧。我不知道是否就是还有什么复合的必要？没有必要。然后以后完全没必要。还有啥问题？如果要是没有必要的话，我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婚恋对象会比较适合我？你1v1的时候问的是这男的吗？对，是的，当时还有一个，然后后来没有联系了。姑娘，我跟你讲啊，你找的这个男的就是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性别是个男的，对吧？我没说错吧？你不觉得他的实力跟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样子要求有点不相符吗？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了吗？不知道。你太给他脸了，这就是你的问题，懂吗？你让一个啥也没有的男的享受了他不该享受的情绪价值和权益，所以他就看不起你。你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懂吗？就是太给他脸了，对，你太给他脸了。当你第一次发现什么他还前女友这个那个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要站到他的头顶上面去了，懂不懂？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站他头顶上去了。你说我的妈呀，你说我一直都以为这种事情应该是那种身家很高的人才能干的，你说一年收入10个 W 的男的也可以这样吗？你说你是不是对自我认知有点不清晰啊？你说你前女友为啥不喜欢你，为啥不要你？人家没看上你，你说人家没看上你，你还不珍惜我？你说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你就该问问他。你们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你闹什么玩意儿啊？他已经这么如此的平凡了，他已经平凡成这样了，你闹什么玩意儿啊？明白。还挽回，挽个毛线呢？你挽什么玩意儿挽啊？有这个时间不知道多认识几个人？那社交软件一打开，一年挣10个男的，你找不着啊？还什么？哎，跟前女友这个那个，完了以后还要什么出去什么喝酒，还要骗人，什么还要什么享受男朋友的什么权益，不搞男朋友的责任，他什么玩意儿？他哪位呀？
啊？他哪位啊？你在搞笑吗？就是他给你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嘲笑他吗？你第一反应怎么还认真探讨起来了呢？啊，那有什么好探讨的呢？你说你是不是这2天吃错药了？你应该这么问他呀。喝酒把脑子喝坏了，还是吃错药了？你说你这聊的这个天符合你的身家水平吗？你说应该这么问他呀。你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呀？你说你要是认真的，我得带你去拍 CT， 你知道？还为这种人还花钱1v1呀？你的钱是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因为可能就是现在，他也算是我第一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对象，所以就比较大可不必，大可不必那么认真，好不好？大可不必啊，多找几个，好不好？多找几个对比一下，见见世面，行吗？啥也没有，屁也不是，你这搞什么呢？现在我们俩就是又有联系了，有啥好联系的呢？他给你发消息，你就应该让他收到红色感叹号，懂吗？懂吗？他只配收到红色感叹号，明白吗？你为什么要跟他发消息啊？下一个了。对呀，你就让他收到红色感叹号，懂吗？他要找你应该是什么结局？他找你这个那个，你告诉他，你说我想了一下，你不给我打10个 W， 我都觉得你不配。你说你不给我打10个 W， 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这段关系，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有点脑子不清醒，知道吧？你说你跟我聊的所有天，我复了下盘，我觉得你这属于脑子不清醒说出来的话，智商有点问题。你说你要我容忍你这个智力问题，你给我打10个 W， 我能容忍一下。你要是打不了的话，咱们俩就此别过，知道吧？搞笑的吧，真的是。好吧，换人啊，换人，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不要再为这种人上来1v1了啊，守好你自己的钱包，妈买点衣服不好，就这。好的，谢谢。我跟你们讲啊，别跟我扯这些不值钱的个鬼样子，还为这种人花了个8K 1v1，完了以后花个800，你是不是有毛病啊？真的是，哎，我们这个定价就是说，就是对你们一点威慑力都没有，是吧？啊，是不是？我们这个定价是不是一点威慑力没有？什么毛病呢？你说，如果一个男的是吧，不管他挣多少，他挣10个也好，挣8个也好，他全心全意的对你特别好，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说你没珍惜，对吧？不小心给人作丢了，你自己也条件一般，作丢了，你说我要挽回一下，你说我确实觉得这男孩子挺不错的，虽然说他挣的不多，但他人好，而他对我愿意全心全意的付出，你这样的是吧？事关你的这个终身大事。你上来，你说我找你们1v1一下，或者说找你连个麦，我觉得这还情有可原。这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硬实力没有，软实力没有，屁都没有，是不是啊？没有大爷的命要玩那个大爷的胃，那这是属于脑子有坑，知道吧？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了，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啥也没有的，还在那跟我1、2、3、4、5的。搞什么呀？你们那个红色感叹号都发给谁了呢？不发给这样的人，发给谁呀？好不好？请你们给他们发红色感叹号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病好了就变凶了，你们是在批评我吗？你们就不能容我嘚瑟一下吗？我都病了8天了，好不容易这嗓子洪亮了点，是不是？又遇到这些猪头猪脑的，你说我不得搞他2句？脑子不清醒。你说你这个8000块钱，你去买2件衣服，是吧？天冷了，是不是？给自己买2件好衣服不行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1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定时定点开播啊！如果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了，好不好？然后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的大本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姐妹啊，如果她们找不到我的，或者她们也猪头猪脑的，好不好？还有一丝挽回余地的，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吧？来下一个来。Hello， 哎呀，你好 ，Hello， 曲曲你好，能听到吗？你说。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基本情况啊，我是91年的，然后在公务员体制内，然后目前在18线小城市，然后谈了一个男朋友，他95年的，是央企的一个员工，我和他同城是在某个 APP 上认识的，目前交往了1个多月，然后他把工资卡交给我了，然后也带我回家见了他父母，然后父母对我的话还算满意，给了我红色的小米米，但目前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我本身的话，父母是没有工作，家里以前经商，后面情况不是太好，但是又被关了这边也还行，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参加工作了，然后父母也是全款给了车房，然后我男朋友的话，家里面也是他的车房也是全款的，比我的好一些，然后我自己目前的话存款大概在50个左右，但他家的话就是那种官3代，然后条件的话是要比我好一点，介于现在目前就是我仅有的就是在我们这种小地方的话，任职的话较为年轻，然后工资比他高一丢丢，又比他大，那我想请问一下，我怎样可以就是说快速的去进入围城，推进这个关系？人家不是想跟你进围城吗？你还需要怎么快速推进？又没有阻力。但是他想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对我来说太久了。多久啊？就是我想的话是在今年，然后把这个东西，今年就剩2月了。对，还是2、3个月。你这也太太着急了吧？因为我这种情况的话，我怕拖到最后因为他现在对我来说的话，他对我还是比较上头，我怕时间长了之后没那么上头了。小姐啊，这才几个月呀，这啊！你这完全像是在搞清仓大甩卖，也不能这么着急吧？你这样子把自己搞得很廉价，知道吗？那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说今年的话把这个婚给定了，然后来年的5月。他现在是怎么说的？他现在怎么说？我觉得他的计划是可能要明年年底。明年年底。等房子装完那些。我觉得问题不大呀。你咋这都等不了了呢？可是我年龄大。你多大？我们这种小城市我年龄大，我91的，他95，我大他5岁。你91的，你也30多了，是吧？对。32跟33本质上没有区别，乖，没有区别啊！咱别这么着急忙慌的。你这样着急忙慌的，人家越发觉得你这个叫什么大龄剩女恨嫁，知道不？你这样的话，人家会杀你价的。那行，那我心里有底了。那我现在就是稳步就班的推进，是吧？对呀，你就正常点就好了呀，好吧？那还有目前现在有个情况啊，就是我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我91，我说是93。但是后面肯定有身份证了啥的，然后我也是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以前迁户口的时候，老一辈的人弄错了嘛，我们全家都弄错了，然后包括我的也弄错了嘛。然后后面有一天他就问我，你到底91还是93？我还是咬定了93。所以呢，我就持续咬定吗？对呀，你这已经都这样了，你不持续咬定，你还怎么着呢？
这玩意儿你都已经说了，又没有办法论证，对不对？那还有他虽然把工资卡给我了啊，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捞到什么东西。他的那个工资，我觉得我掏出来的会更多，虽然我没有怎么掏。这个不是人家表达的一个诚意吗？也没有什么，你们这就是个普通人走的普通婚恋，你要干嘛呢？这不就是个诚意问题吗？那好吧，正常点好吧，咱们脑子能不能正常点？正常的关系我请你正常点，好吧？好的，那行吧。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正常的关系你还想什么呀？你们就这点收入还怎么着啊？你不会想让人家给你买房买车啊？不会吧？不合适吧？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又开始封号了，人一多就封号，他就是不让我被更多人知道，因为我太宝藏了。可能平台的审核员也觉得我太宝藏了，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他们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他们只想自己私藏我，所以他们就老是要关我，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一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没有看到我，说明你们关注的号又出故障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每一个能看到我的地方都关注起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到了大本营以后呢，就不会走丢了，因为小助理会一直告诉大家我们在哪里直播啊。来下一个，想把我揣口袋里，你不是想把我含嘴巴里吗？只是想揣口袋里吗？Hello， 你好，你好，是不？你好，你说。连上我了是不？对的。听得到不？听得到哦，你说过。您好，您好。哎，曲曲好，然后各位粉丝朋友们晚上好。你先不要计时，我先夸一夸你。我从半年之前，然后开始听你的直播，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方法论教母，你知道吗？你所有给的话都能落地啊！天哪！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这半年长进特别大，然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然后我按照你视频当中说的很多办法，然后我自己去工作，然后赚了20个。我这个钱一到账，我马上就过来上供了。然后本来上周四就想来连，然后但是因为你不是嗓子不太好嘛，不想让你太辛苦，而且想听你骂一骂我，所以说我就没有来连。然后我本来还想联系小助理给你寄函片，然后让你就是能有精力，然后调动起来，然后批评一下我们这些猪女孩。大可不必，等你啥时候挣到200个 W 了，直接进闺蜜圈上供啊！好的，行，没有问题，这是下一阶段目标。好，你说，好的，那我正式开始。然后其实我这次的目标就是向上社交，还有就是向上跃迁这2个。然后我不管是就是走雄竞还是走雌竞，就是我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规划了几个行动路径，然后想让您给一些指导意见。第一个是我想自己做一个这个财经自媒体账号。然后我看您之前在视频当中提到过一个同类型的博主丸子妹，然后我去扒了他所有在视频当中的文字稿，然后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我没有觉得他做的内容有很多实质性的输出，然后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就是主流新闻媒体的这些内容做的一个采编和汇集，所以说我想听听曲曲给我分析一下，就是他能有这么多高质量粉丝群体的原因是什么？非常好啊！哎，你别退出啊！你咋退出了呢？我先跟你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也非常有参考价值。我其实是不愿意在直播间里面去聊这样的问题的，知道吧？
因为这个呢，就是涉及到非常商业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想告诉你是什么呢？你应该先模仿，再提炼。很多人其实他为什么会动作做不明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老是想搞明白背后的逻辑，然后你在搞不明白背后逻辑的时候呢，你做这个事儿啊，你会有阻抗，那么你在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跟别人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呈现出来的结果跟他不一样，你可能就拿不到他那么大的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说，你不应该先去琢磨为什么，你应该先去依葫芦画瓢。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为什么，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出来，懂吗？就是我先去模仿他的这个模式，然后等我整个号做起来了以后，然后我再去把我的差异化做出来，是吧？是你先模仿完了以后，看到正反馈，再反过去想是为什么。这样想出来的为什么才是属于你自己的方法论，懂吗？你不要还没开始你就觉得，我跟你们讲，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我跟你们讲啊，能够被市场所接纳，能够被市场大规模的接纳的东西，往往它都不专业。你要知道专业，无论是任何一个专业它的受众永远都是小众群体。再大的专业，所谓的专业领域的受众永远都是小众群体，懂吗？所以说所有能够获得市场上的这种结果的，它都一定不是很专业的打法。我懂了。这其实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就是我做财经自媒体，我可能就是只想花20%-30%的时间在就是最初的时候，然后我更多的其实还是有我的本职工作要做，而且我其实是希望能有这个高光环，然后有流量，被更多人看到我的能力，然后帮我去嫁接一些资源，然后后边我还是可能更希望往传统方向走。然后其实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最初我是应该遵循这个流量打法逻辑还是专业打法逻辑？就流量打法的话，肯定就是我能被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但是我做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专业，然后专业打法可能就是我只是面对一小部分群体，比如说投资人，或者是说这种在金融机构里面的从业者。请问你怎么能保障你那个专业打法能被你想要看见的那些人看到？就先起量是吧？跟对碰一样是吧？对的。你的想象非常美好，对不对？我说的东西是专业的，专业的人他能看得懂。问题是你咋知道那个专业的人能看见你？这是问题。好的。然后我问我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后面要去读 MBA， 然后因为我的年纪也很轻，我应该是属于 MBA 里边最小的那一批，然后包括我现在身边也有一些就是大佬，然后我想知道我这个人设应该是怎么打造的。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情况，就是我是海本海硕，但是我没有那种比较精致的那种留学白富美的人设，我不是一个就是甜美型的姑娘，我可能长相比较像谭圆圆，就是土版的谭圆圆，没有他们那么精致，我不知道是就是那种比较大气，然后就比较端庄的那种感觉。那不就是我这样的吗？又大气又端庄，说的就是我。我没有您长得漂亮，您很精致的，我不是走接着说类型的。然后包括就是我想链接资源的目的，其实我想就是链接向上跃迁的目的，其实是我想去链接资源，而不是让别人给我就是线的，因为我对就是线米没有兴趣，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是我挣的，就是给我也拿不住，然后包括我平时也不会用什么奢侈品之类的，所以说您觉得我这个人设和我想达到的目的之间，它就是我没有想通它这个关联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在我这儿逻辑有点不闭环。包括您刚才也说，就是女生要把自己的质感做出来，然后别人才会给你资源，或者是才会给你米。做直播呀，做直播呀。您觉得我可以做吗？当然可以做了，你这口条不是挺顺的吗？我跟你说，直播是最好的营销场，知道吗？你短视频这个东西，它是起量，就是说它是起流量的东西，但是直播是最好的营销场。你想要做任何的跟变现挂钩的东西，它都需要靠直播来达成。
那您觉得我现在就是我的各种，比如说外包装之类的需要改吗？还是我可以遵循我之前比较就是这种清淡的，然后比较淡雅的这个感觉？你是说造型吗？对，外在，因为我对这个真的是一窍不通。我对这个就是我可能就是上个月刚学会画眼线这种，哎呀，我觉得这不重要，这不重要是吧？这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直播你要说什么，这个很重要，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它不是最重要的。不，我说有的时候是在线下的时候，因为我在线下的时候也会接触到这些人，就是我想知道我在线下跟别人面对面对话的时候，我应该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在造型和人设？有钱，有钱是吧？对呀，还是你干晶晶行业的人，不得展现出有钱吗？这个是基本盘的。对，因为我想把自己往这个方向打造，但是有一种就是我内在外在两层皮的感觉。因为您之前不是说过，就是有2种女生，然后一种是给什么就是都能接，第二一种就是觉得自己不 care 这种，就是我心里就是不 care 这种，就是我不是那个心里不 care，我是真的就是不介意，这样的，我是觉得钱能给我自由，所有的东西就是不介意这个东西本身，所有的东西都叫目标导向，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用你的目标去倒推你要做的动作，而不是用你的内心的出发点，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这个又是专业化思维，懂吗？就是说市场化思维的逻辑是用结果倒推我的动作。你现在是专业化思维，包括你说的我想展现出什么人设，我想说什么样的话，我想做什么样的内容，你想这个其实都叫专业，因为你是基于你自己的认知，专业认知在做这件事儿。但是所有的能够被买单，它都叫市场化思维。市场化思维是他们想看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所以说，如果我身边接触的都是私募基金的这种大佬的话，我就看那些金融圈的小姐姐是怎么打扮的，我就跟他们直接抄就可以了。当然呢，当然就是看拿结果的人，他们是怎么展现的，你就应该怎么展现。如果你的结果不如别人，那么你最快的方式肯定是先依葫芦画瓢，然后我跟你说，风格这个东西啊，它是要把所有的这些流程都打通了以后，再回头来琢磨，才会产生风格的。知道吗？你没有前面的那一系列的东西，你一上来就聊风格，你是聊不明白的，因为你没有巨大的背景跟实力，让你的风格被大家一下子就看见。就是身体先行，我先做，是吧？对的。好的，就是然后就是不要穿那种大 logo 的，然后要穿比较精致显身材质感好的就可以。你看看你有没有对标的人，就是说我跟你讲人是怎么对标，是这个人拿的结果是你想要的，是这样对标，他拿到的结果是你想要的，你去对标他，然后再看他在做什么，他在说什么，他怎么去打造自己的人设，是这样看。OK。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之前说过就是3个高，然后其中有一个是高共鸣。然后其实我个人不是我给别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在，比如说这个大佬他经常脾气很暴躁，您也知道的那种大佬，他们会上蹿下跳的时候，我能把他们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安抚住，然后让他们就是回归理性，然后用他们的理性再去做决策。您觉得这个属于高共鸣吗？属于啊。属于是吧？就是能把他们按住，尤其是那种做交易的那种，属于是吧？属于。好嘞，谢谢曲曲，好，希望你越来越好，拜拜。好的，下一步就是进闺蜜圈了。好，拜拜。好，拜拜。最近不是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什么《新闻女王》吧？然后我看那个是叫佘诗曼吧，那个女的，她女主角，然后她在中间就讲她带的那个女孩，她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他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他说所以我建议你不要思考。我说这不是我直播的时候经常跟猪女孩讲的话吗？是吧？我说我经常就跟猪女孩这么说，我说你停止思考。我说你越思考你这个事儿就越稀烂，对吧？你们那个思考出来的那个结果永远都只会把你推入到过去的行为路径当中，
你不断的去重复你的思考结果，不断的去重复你过去的行为路径，那么你得到的永远都是你过去得到的那个结果，对吧？我说为什么历史总会重演？因为人没有变，对不对？当你想要去就是把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做一个质的飞跃的时候，我跟你们讲，真的是要停止思考，先做。就是你要先去看那个你觉得拿到了你想要的结果的那个人，他在做什么，他是怎么弄的。你们先要从模仿开始，知道吗？所有的包括我们从小的时候唱歌啊搞艺术啊都是这样的，包括你们你看那些书法大家也好，是吧？或者说歌唱家也好，或者说画画的艺术家也好，所有的人他的风格是怎么产生的？是先去临摹，知道吧？先去模仿，然后模仿，然后他最后是一个集大成的状态。集大成的状态是他回头去思考了他模仿的每一个人，模仿的每一个作品，然后他再去想，哎，这个里面有什么技巧，有什么规律，他再把这些技巧这些规律重新拼凑，然后再成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其实做直播也是这个样子的呀，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们讲啊，我的直播好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最原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生活在舞台上面的人，懂吗？我是一个生活在镁光灯下面的人。然后呢，我从镁光灯下面我到哪儿了呢？我是从娱乐直播开始的。我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娱乐直播。我是做娱乐直播，我做娱乐直播的时候，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我怎么做的？我就去学别人那个做娱乐直播做得好的，我去学他们那个喊麦呀，干嘛干嘛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直播间人很多嘛，很好玩嘛，我去学他们那个里头的东西，然后再融合了我自己的个人风格。它展现出来的状态，所以我是从镁光灯上面的这个状态，然后变成了这个娱乐直播的状态，我再从娱乐直播的状态，然后再转到了现在的知识付费的状态。所以其实我的知识付费跟别人的知识付费是不一样的，我的直播跟别人最大的差异是在于我的娱乐化，对不对？我的舞台化跟娱乐化，这个是跟我跟别人的直播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为什么？你们看啊，你们回头再看我3年前开始做直播，你们就会发现我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有立过专家人设。你们发现没有？我最开始出来的第一天，我最开始的第一个短视频，第一场直播，我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你们看我什么时候穿过西装？我什么时候在后面放过书架？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做这个方面的人，他们一定首先叫做立专家人设。你看刚刚那个姑娘，他们就这样的，对吧？她为什么看到我给她推的这个女孩的时候，她去看人家的那个，她就觉得这太业余了，她讲的那些东西太业余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在于专业出发点。所有的做专业出发点的人，他一定想的第一件事是我想干什么，对吧？他想的一定是首先在人设的维度上碾压别人，对不对？他是不是首先在专业度上，在人设维度上碾压对方？所以他们一开始，他的思维决定了他的动作，他的思维决定了我怎么让对方听我的。他认为我让对方听我的前提是我的权威感，我的专业度，因为我的专业度，因为我的权威感，所以对方才听我的。他们的逻辑闭环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有了对吧？西装，这个是吧？超高清直播间，对不对？有了高清直播间，有了西装，有了背后的一排书架，对吧？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办公室，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决定了他们后面1、2、3、4、5的动作。但是为什么我不是这样的？我到今天为止，你们看我从头到尾，我就是很花里胡哨，对吧？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打法，我的打法是舞台化打法及娱乐化打法，这个是我的
我的本质，明白吧？那很多人呢，他们分析我们，其实他们分析不到点上，是因为其实他们的整体的市场化思维跟商业化思维是没有我强的，知道吧？所以说我呢，其实是在用结果倒推我要干什么，再结合我过去的这些1、2、3、4、5的绝对长板，然后综合出来的我的状态。你们看我每次给你们，其实你们在看我直播的时候不会觉得我是在说教，对不对？你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觉得我在跟大家就是很开心的在聊一个天儿，这个就是我的风格，对吧？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明白，那你们想要去做这点，因为我平常不愿意讲这些东西，我不希望把我们的直播引向商业化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这个商业 IP 的路径，所以我平常一般不太聊这个东西。正好这个姑娘聊到了，我就跟你们讲，知道吧？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各自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专业，但是你们一定要想一想，你们如果从专业化的角度去出发，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结果？你们能不能被市场所接纳？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用市场要的结果再去反推自己的动作跟表现形式。好吧，不说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1年365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没有看到我，是因为这个号又被封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给到大家啊怎么找到我们的方式，好吧？来下一个啊。喂 ，Hello， 你好。Hello， 你说。哎呀，我好喜欢你，终于到我了，急死我了！我等4个小时，曲曲姐姐。我的妈！哎呦喂，你先别计时，我好喜欢你，我在上面疯狂的刷。天哪，我刷了点礼物，刷到800不够，我又刷，越来越刷，就着急着到我。我好紧张啊！我现在要开始说了，我着急去上班，我等半天。然后先先跟你说问题，还是先说自我介绍呢？你先说问题好吗？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对感情方面的话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感觉你非常的就是有个人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些我身边人给不到我的一个职业规划，根据我的性格各方面，想让你给我一个评估和一个建议，然后让我怎么样能拿到最多的结果跟赚取最多的米。因为我是一个上进的女孩子，可能感情对我来说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只占20%。好，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99年的，然后我今年是24岁，我是普通的1本毕业，然后长相嘛大概是7.5到8分吧，我也不敢多，也不敢说少。然后因为我全脸全身全部都做过全麻手术，然后之前大学是做平面模特的，后面疫情然后接不到单子，就慢慢去做 YC 了。然后我现在是在1线城市，就是杭州嘛，然后超1线的 YC 上班，然后这个 YC 就是很卷，每天都会容貌焦虑，但是我不属于特别好的，也不属于特别差，属于中等偏上，不会去抢，但是每天也能上得到班，然后大钱小钱我都赚，然后我也会玩抖音。不要说平台名字啊。错了，不好意思。然后我也会玩有个小几万的粉丝，然后有时候直播间人多的话就1000多人，不到1500，但是有时候心态数据差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有时候心态也不太稳定。然后我家是那种小的城市出来的，给我帮助不了什么东西，就是也不拉我后腿，就小城市。然后我目前存款呢是99年存了60-70万吧，然后没有房没有车，然后月入大概就是10到15个，但是我就是没有任何的男嘉宾，或者说有人想长期持有，各方面是没有的，所以就很想问一下，就是想让您给我一个职业规划各方面。职业规划呀？你现在哪来的职业呢？你的职业就是 YC 加主播。对，
但是我就想，我不是攒了点钱嘛，我想就是未来5年，因为我对自己也有一个短暂，所以稍微清晰一点的认知。因为我觉得我既然做了这个行业，无论是做平面还是做 YC 还是做娱乐主播，我都是靠脸吃饭的，靠自己的外在。那我既然靠外在的话，我就是靠一个短期的想赚一个快钱，然后我这5年内应该都会选择这3个行业。所以我想的是，我赚取这些钱的话，我应该如何的提升自己？然后提升自己，我觉得有2个方面，一个肯定是外在嘛，因为我对外在投资，我才能赚取更多的钱；还有一个是因为我赚的是快钱，所以我想把钱攒下来，然后去将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是退休了，或者说是给自己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想，你是99年的是吧？对，我觉得这年纪好大呀。不，就是99年的，99年的，你能不能不要考虑退休了的事儿？你要是现在开始考虑退休了的事儿，你的人生的天花板会变得非常矮。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就会缺乏勇敢，知道吗？当你特别害怕失去，特别想要求稳的时候，那么其实属于你年轻的这个时候应该有的那种冲劲、闯劲和风险承担能力就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风险跟收益它是成正比的。那么你永远就是在稳着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就拿不到大结果了。所以你不要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是我就是要冲，我冲就完事儿，只踩油门不踩刹车。你现阶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蛐蛐，我是知道，就是99年怎么样，但是我是有这种年龄跟容貌焦虑，是因为我待的地方，它就是会平时长期的给予我容貌和年龄这方面的焦虑。因为99年，我说实话，在外面真的不算大，但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场合和我的工作的场合的话，它就是04、05的，我就每天都会很害怕，每天都会。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服装设计是吧？你学服装设计的，你现在直播的时候纯粹是聊天吗？还有跳点小舞，擦点小边。跳舞？你会跳舞吗？我会一些，就是会拍一些自己跳舞的那种短视频，然后有想跟杭州的一些摄影团队想合作，就是运营一下之类的，有在想下周一可能就要去实拍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你干娱乐直播呢，说实话不是一个特别有优势的场域，就是我们要在自己有优势的场域里边才能够4两拨千斤。你如果是学服装设计的，其实我觉得你在审美可能这方面应该还可以，你应该去考虑往带货这个方向走。而且其实你很活泼，很开朗，就是你说话也不错，像你这样的一个人设是很容易招女孩子喜欢的人设，你知道吧？你很容易招同性喜欢。其实你应该去琢磨一下这些东西，只是说呢，这些东西它来钱不会那么快。是的，而且我觉得直播那个嗓子跟我的那个 YC 它时间就差不了那么开。而且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做 YC 人家都能遇到一些男嘉宾，就是给人家一些投入，但是我做 YC 大家都会觉得我性格好，但是并不会跟我一些感情上面的挂钩，或者说跟我有一些资金上的投入，我就是很纳闷这个问题。你开口了吗？我不是开口就压根人家不找我聊天，就属于这种，我找人家聊天，人家可能也没有就是那方面的就是那个啥。是这样的，这几件分开的事儿，这完全不是一件事儿。雄竞是雄竞的事儿，雌竞是雌竞的事儿，知道吧？如果说你是想在 YC 里头想要去让别人男的能够对你刮目相看，或者对你抛来橄榄枝或者怎么样，那么你的身上是需要有雌竞的强属性在这里头的。雌竞的强属性这些东西，通过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语气、你的服务状态、服务意识，就这些东西都要改。他一定是所有的就是说走雌竞，如果说在雌竞圈子里，他能让一个男的对他就是投射出格外的关注或什么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生勾到他了，懂吗？勾到他了。你在你那个 YC 里边的时候，你会跳舞吗？
我不会，我就是有时候自己发点这种小的舞蹈。我跟你讲，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如果是在 YAC 里头啊，你要跳舞的话呢，可能人家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必须得放得开，知道吧？就是你的眼神呐，要是媚的，你的表情啊也得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哎很有味道的。然后你的肢体所有的东西，因为男人他就是好这口，说白了就是男的就是喜欢这种能够一上来调动他的荷尔蒙的这种东西。然后你去跳个舞，你那个东西说白了，在娱乐直播里头可能不咋地，但是你如果在 YC 里头，可能它就出来了。好的，我去学习曲，你就是我的人生之光。冲你说的话，我就去研究一下，钻研学习一下。我建议你啊，降低你的音量，放慢你的语速。好的，我跟你讲，这雌竞跟雄竞完全是两件事儿。如果说你这个状态保持，其实你是可以去转这个带货直播赛道的，你去吸引女粉，你这个状态就完全不用改。但如果你是走 YC 想要去做雌竞，完全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状态，它就全部得改成另外一套逻辑。现在直播前景好吗？就是直播带货，不是没有什么前景好与不好，这已经是现在最好的买卖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生意了。还有什么前景好与不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你给我说的一些缺点什么的，我会改正一下自己。还有就是我不是靠 YC 赚了一笔钱，自己也喜欢攒钱嘛。然后你之前因为别的女孩子来咨询你也说要通过消费能力让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有高级感和见过世面的感觉。但是你觉得基于我的自身条件和情况，我攒的这些钱和这些快钱的财富，我是应该去提升和包装自己，花在外在上，买一些东西，还是说是攒下来？你现在愿意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停掉，然后直接出国读书吗？我现在愿意，可是我有些条件不太好。不是，那就是你不愿意，懂吗？你不敢把这些米一次性花出去，花在这种说白了啊，这种累而正确的事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说实话，你这点存款屁也不是。是的，没有任何用。你不投资在自己身上，你投哪儿呢？你那个东西能干嘛呢？买个仓库。哦，对。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感情上，我目前是因为我没有要结婚的规划和想法，是5年之内是绝对不会有的。然后我就在想，但是5年后的话，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在纠结，如果说我做 YC 到时候5年后要转型之类的，我该怎么走？5年后的事儿，5年后再来问啊。现在还早是吧？好，拜拜。还有就是能不能给一点？不可以。我跟你讲啊，你们别跟我整什么5年之后还10年之后，我还给你50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局面，在5年之后都会发生巨大改变。所以我现在跟你们给的任何建议，于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浪费时间，知道吗？我们不要给自己去制造无谓的焦虑啊，然后浪费时间。好不好？有人问为什么曲可以又让男的喜欢又让女的喜欢那是因为我有2副嘴脸对不对？那必须小样必须得有2副嘴脸，那没有2副嘴脸当然不能讨2种人喜欢对吧？在男人面前是1副嘴脸，在女人面前是另外1副嘴脸，明白吗？这个男的跟女的之间，他必然，我跟你们讲，他必然吃的不是同一套，或者说你想走雌竞跟走雄竞，他必然吃的不是同一套。是这样的啊，我目前呢是一个纯的雄竞状态，大家明白吗？你们看到的我其实是一个纯粹的雄竞状态。如果今天我还抱有一丝丝想要雌竞的想法，我告诉你们，我不可能成为平台上第一被针对的主播，你们明白吗？因为如果我还有一丝丝想要雌竞的状态，我就不可能把每一句大实话都说出来，对不对？我一边想着怎么教你们，我一边想着怎么搞大哥，
怎么搞大佬，怎么能嫁入豪门。我如果说我的脑子里在打架，我的脑子里首先打架，那么我做这件事儿一定不会做得如此的通畅。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很多的讲向上择偶的人啊，给你们讲向上社交、向上择偶1、2、3、4、5的，为什么你们觉得看他们的直播比看我的直播差点意思？你知道差的这点意思差在哪儿了吗？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始终掐不断他们想要向上择偶的这根线。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最核心的商业机密，我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很坦诚的跟大家分享，他不是留了一手。我告诉你们啊，人呐，想要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你必须是心无旁骛，懂吗？你一定要心无旁骛，你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极致。刚刚我给这个姑娘讲了一句话，我说只能踩油门，不能踩刹车。我告诉你们，如果雄竞状态是油门，那么雌竞状态就是刹车。为什么他们干不赢我？我告诉你们他们为什么干不赢我，因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始终还想找一个比他们实力更强的男人，懂吗？但是我告诉你们，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认为未来的我不会遇到几个比我实力更强的男人。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本质差异。我跟他们最大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停的想要通过这个东西干嘛？他们其实在教你们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只是为了挣更多的米，打造更多的光环，把自己送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干嘛？去匹配一个更牛的男人。他们的终极目的在那儿，他们的终极目的还在匹配一个更牛的男人上面，懂了吗？所以说他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我跟他们不一样，在我看来，我回顾过去的10几年过来啊，我看过去很多我曾经认识的身家过10亿的大佬，我们也不谈100亿了，对吧？100亿毕竟是凤毛麟角的事儿，我就看那些身家过10亿的大佬。我说实话，我不认为我比他们差，从任何一个维度上面来说，我都不认为我比他们差。我认为他们能拿到的结果，我就能拿到。我认为我甚至于比他们能拿到更大结果。这个才是我的本质，这个才是我的人性底色。你们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哎，跟你们讲，哎，怎么找这个男人开口，怎么这个怎么那个，为什么听着东西？我告诉你们，他们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感受，我一说，你们再回头去看，你们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即使他们在跟你讲啊女性独立，即使他们在跟你讲女性成长，即使他们在跟你讲啊我怎么去向上择偶，向上跃迁，但是你们从他们的语言里会听到2个字儿，叫媚男，明白吗？你们今天听我讲这个东西，你们再回头去看，你们再去看其他的跟我的好像讲着类似的东西的啊，你们再去看好像跟我讲着类似的东西主播，你们再去对比，你们就会明白它是一个底色的道上的差距跟差别。在我告诉你们，我从3、4年前，我是20年开始做现在这个事儿的，对吧？从我做这件事的第1天开始，我就已经想得特别明白了，我也看得特别明白了。我不可能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我在那一瞬间，我告诉你们，我就早就已经放弃了所谓的雌竞这件事儿，我彻底的把这根弦给剪了。我就是把这根线给剪了，明白吗？所以说我才能够今天冲得这么远，能让这么多人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受到鼓舞，是因为我的道不一样。我们的永恒的逻辑是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
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不找所有的人要相同的东西。我是一切的本源。你们再听我讲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你们再去看一下别人讲的东西，就算是他1:1的讲我的课，1:1的讲我们直播间的逐字稿，但是你们一定会从他们表达的东西里听到那个媚男的情绪在里头，这个就是他们的刹车，知道了吗？他们总认为我还是得找个更牛逼的男的，可是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东西，我教这些女孩这个那个，那万一那人家男的怎么看我呀？那人家怎么想我呀？那我跟人家去接触的时候，对吧？不好吧？我告诉你们，我不 care， 我才是真的不在乎，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过如此，他们在我面前都差不多那个玩意儿，就是这样。我对于所有的男性是极致祛魅，我告诉你们，所有的男人在我眼里是极致祛魅。你在我这里就是最大的效用在于平衡荷尔蒙，这是我最大的，他们在我这里最大的效用跟价值。所以你们明白了吗？这个真的，这个才是我真正的商业机密。我说实话，你们看我不会把这个话说的，我以前不会把这个话说这么透彻的，对吧？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到今天的成绩，还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曲曲大女人这个品牌。但是今天基本上上游的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曲曲大女人，对吧？所以我不怕把我的这个状态告诉大家，这个才是我们的本质啊。所以为什么你们在看了我3年或干嘛的，你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好像变强大了？哎，为什么我内核变稳了？为什么我自洽了？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的道在这儿。你们其实不断的在听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去用我们的术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慢慢的发现，哎，好像我找到了生命的掌控感，好像我没有想着要去依附别人了，好像我没有觉得谁比我更强了。这个状态就是我的终局，就是我想达成的终局，是希望每一个听到我说话的人都内心当中有一个相信的力量，相信你能做到，相信你能变得很牛，相信你能比他更强。这个是我想跟大家传递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走丢，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引导大家找到我们的大本营。来下一个Hello， 你好。琪琪你好。哎，你说。我今天主要是想咨询2个问题，一个是正常的婚恋，一个是个人成长。我的基本盘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年23岁，在海外留学生活5年，还在读书，硕士快毕业，然后最近在找工作，希望留在海外生活，然后家里希望我尽快经济独立。男嘉宾现在比我大3岁，是个理工男，喜欢他是因为他有学历光环，博士在读，快要毕业，然后专业方向好，以后会赚的比较多，性格也比较软，如果提要求他会尽量的满足，可以说是个伯乐男，更多上精神方面。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海外生活，所以想占个坑，想跟他进围城。然后今年2月份认识的，不到1个月我们发生了那个，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更进一步，他也问过我让我决定，但是我那时候脑子不清楚，一是觉得还不太了解，二是因为我海外的身份可能找不到工作就留不下来，会浪费彼此的感情，我就说再看看，而且我更希望是他做出一些付出，表现他的心意，但是我没有直接说，一直在观察，然后在此期间就一直是以发展长久稳定关系的男女朋友模式相处，然后我给他情绪价值关爱甚至照顾，然后他带我出去旅游，负责日常开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7月，然后我还去过他的城市待过1个半月，然后中途回国，等
快回到他的城市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因为他跟他前任还在联系，并且他前任还在他那里待了几天。他说对不起，并说要做出补偿。我因为这个机会跟他确认了关系，要了一些补偿，并且制定了规则，比如说不能说谎，让他认真对待这段关系，他答应了。但最近呢，我又发现他在撒谎，跟别的女生暧昧。然后我说我要考虑这段关系要不要继续，并且给到他一些情绪波动和拉扯。他是强烈挽留的，并说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了4-5天，我们俩刚分开，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处理事情。我说，我需要他给我一个答复，因为那个女生还在给他发消息，给他打电话，他只是不回复，所以，他让我给他时间好好处理。然后昨天我们又聊了一下，分析了一下撒谎的原因。他说他潜意识没有安全感，害怕找不到工作就留不下来。然后我想补充一下，他的性格是不太会拒绝别人，然后比较被动，在外面是温文儒雅的形象，有一点优柔寡断。他一门心思在科研，他也知道什么氛围说什么话。就比如说之前发誓再也不撒谎，说再撒谎了让我把他头发剃光，然后什么他也在强烈挽留我的时候边哭边说要带我见他爸妈，还要跟我结婚，这样很漂亮的话。但是我又提说他之前的诺言的时候，他又在哼哼唧唧，就非常没有担当的样子。然后现在经历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些淡了感情，因为好像他的每一步都是需要被人引导的，甚至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需要被我指出来的。然后他像是被架在那里做选择，然后我其实明白，如果我积极，这段关系还能继续，但是我现在有些疲惫，而且内耗，拖累我找工作，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是需要他的，就比如说2个城市离得近，我很快就毕业之后可以搬去跟他一起住，负担一起的生活开销，然后陪伴等等，所以我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这段关系，继续或者不继续，然后或者要些补偿，然后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补偿。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生，其实明白最主要的还是要找工作，会让我有安全感，因为至少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但是现在环境是工作真的不太好找，而且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又特别渴望爱和陪伴，就是有谈男朋友的需求。但是呢，我总会选择一个让我很累的人，选不对的人，其实就像一个连锁反应一样，一环套一环。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脑子不太清楚，抓不到重点。所以基于以上，想问一下曲曲有什么见解吗？我想知道你觉得这个男生跟别的男生比起来，他现在能够为你提供的不可替代价值是什么？能够有一些经济上的付出和承担，然后包括照顾，然后陪伴。对，这照顾陪伴这玩意儿不能替代吗？有一点难，至少是不可替代价值。你只跟我聊不可替代价值好吗？照顾陪伴，你请个护工好吧？不可替代价值是什么？可能他之后可以给我身份这个问题，但是是4-5年之后的事情。你真的是一厢情愿吧？你这话说的，这个男生他给你什么付出啊？他多长时间为你付出了多少？你认为他能够给你承担物质付出啊？他在半年之内大概有他收入的1/4，大概是10个 W。半年10个 W， 这个对于你来说现在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付出了，是吗？就是说就是折合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说。是的。所以是很有价值的付出，半年10个 W。那每一次你发现这些问题2、3、4、5的时候，都有做出物质补偿吗？这次还没有。你会提吗？我其实知道说，就像你刚刚有讲过说，需要在他加分的时候提，然后会比较好，所以我其实在引导他，想让他提。你引导了个毛线呢？他哪有加分的时候呀？你这说了半天都是跟别的女的暧昧不清。什么是加分的时候啊？就是跟别的女的暧昧不清完了再回头来哄你的时候吗？所以我现在如果就是比较直截了当的跟他提就比较好。当然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你要接受他跟什么女的这个搞不清那搞不清，我告诉你，首先啊，你要明白哦，你跟这个人他现在是异地，对不对？对。他所谓的什么什么前女友，有可能压根就不是前任哦，有可能你们都是 n 分之一哦。所以你首先你要对这个人要祛魅呀，你不能自己觉得哎我们俩是正经关系，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的东西是不作为参考的，他说的东西是没有参考价值的。本质上来讲，他就是这边也要联系，那边也要联系嘛，两个都联系着嘛，这个才是本质啊，对吧？如果说你愿意被多线持有啊，愿意被多线持有，那么这个多线持有是不是需要一些物质上面的加大的付出呢？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明着说的呀。被你发现了这些1、2、3、4、5，你就是可以明着说的呀。他要来找你和好，干嘛1、2、3、4、5，你当然是应该提的呀。我要什么，对吧？一次性可能就应该有10，而不是说什么半年，就半年10这种东西，你说的是人民币吗？是的，就这种东西在我们看来就跟乞丐差不多。我说实话，就是如果说你当时你刚刚跟我说，你说他半年10这个事对于你来说特别有价值，我就已经觉得你可能在这个男的眼里就是很 low 了，你知道吗？就很 low 了。他发生这些事儿，如果他要找你求和好，应该一次可能就是10，应该是这个数字，起码我们这个事儿有的一聊。要不然别的那些补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补偿什么？补偿我跟他不联系，少联系，还是他跟我联系我不回，那也只是没被你发现而已啊。这个东西怎么去论证呢？而且主要我知道他自己现在是自己挣钱，他并没有往爸妈要，所以我不知道要多少合适。我已经说了呀，10啊。至少也要5吧，妈呀，我真的聊不下去了。就是我不懂啊，你是在国外对吧？对，就是你们家条件那么差吗？是因为爸妈希望我尽快的经济独立，所以我也有一点压力，然后是因为这个压力就比较慌张。不是你展现出来状态，真的你好穷，就是你怎么会跑出国留学呢？就是听起来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正经能出国留学的女孩子，这也不会说差到哪里去吧，多少有点骨气吧。就一个6个月也就给你花了10个 W 的男的，他有什么值得你去跟他2个人在那磨磨唧唧的，我都不太懂。然后 OK 还原到你说什么我缺爱缺这个缺那个，你缺爱你缺这个缺那个，请你找一个你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每天能见着面的男的谈恋爱，对不对？每天你都能找着他，这个是本质啊。你自己创造了这种不安全空间，你怪谁呢？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觉得啊，就是你还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发力点，因为像你刚刚给我阐述的这个状态啊，给我的感觉已经就是太不值钱了，知道吧？就这男的也没个啥，你现在把他捧得太高了，好吗？会让他觉得自己很牛。我是不建议你们给人家这种感受的。回归到自己身上，你该找人啊，他玩，请你比他玩得更凶。他有1，你就得有2、3、4，懂吗？一个人给你付出10个 W， 你找4个不就有40个了吗？对不对？何必呢，小姐？好不好？咱别把自己搞那么穷酸啊！好的，谢谢。好，拜拜。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在我的概念里啊，我一直都觉得感情是双向奔赴的啊，双向的，对吧？一个男生如果他对你很忠诚，对你也很好，对不对？他愿意在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为你去付出，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一点问题没有。这个东西是跟金额没有关系的，明白吗？而是你们能感知到，有些时候有些男孩子啊，他自己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米，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去为你付出，或者为你就是遮风挡雨，对不对？他表达的是他对你的爱嘛。他在眼里只有你的情况下去做的这些事儿，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是感恩的。
感激的。但问题是你们不是这么个对象啊，他不是这么个人，不是这么个玩意儿啊，对吧？他是一个啊，今天要聊这个，明天要聊那个，聊这一大堆，对吧？一点都不靠谱啊，他没有对你投射这种情感呢，然后也就花了这么点米呀，就你还要把他当大爷，就是这合理吗？合理吗？就是我们真的有差到这个份上吗？你们有差到揭不该锅了的份上吗？没有吧？我们能不能稍微的就是支棱点，对不对？你要是这么缺米，我告诉你，你呀把软件打开，多找几个每天能约出来吃饭的，对不对？如果人家第一次吃饭能带你去米其林，你就能确定这个人他一定不止半年付出时。我告诉你，国外嘛，对不对？你甭管这个人年纪轻年纪大是吧，什么情况不重要啊。如果你跟我讲的就是我特别缺米是吧，你连一个男的半年给你付出10，你都已经觉得我操这好牛，这好厉害，这我好不可失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已经穷成这样了呢，我就建议你啊，把那个社交软件打开，对不对？认识了一堆人之后，你就给他们发，你第一次一见面你直接给他们发，你就说那你请我去吃米其林，对不对？直接第一个筛选门槛给出来，是吧？直接找一个人均在人民币起码人均人民币在1、2千的这种馆子，对不对？你就去找这样的作为筛选门槛、筛选指标，看谁能请你吃这个饭，谁能请你吃这个饭，他绝对半年不止10，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其实我跟你们讲，凡事啊，它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讲的它是一个投入回报比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就你们的这个投入，它的性价比实属有点太低了，对不对？你在这个人身上投射了这么多的关注，倾注了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信任，这么多的内心拉扯，你换回来的是什么呢？米吧米吧没有，感情感情妈妈劈叉劈的稀巴烂，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啥，明白吗？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种人身上，我不懂。就这种人，他连一个甜品都算不上，他最多就是个榨菜，他最多就是个腌菜萝卜，他连个正经甜品都算不上啊！你们说呢？对不对？脑子放灵光，放清醒一点，想一想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投入在什么点位上能产出更大的结果。首先是要起量，知道吗？找一些靠谱的人跟事儿，对不对？找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好审视审视他，对吧？看看相处下来，对不对？能够见个多少次，见个5次，见个10次，每一次人家是不是带你出去找个小吧，小酌一杯，随便酌一杯，一杯就是小几十美金，对吧？你随便去一个餐厅吃个饭就是200美金起步人均，你就是在这种地方不好吗？啊，能不能行？咱们像这样，对吧？你无非就是在选的这个过程当中花点时间，但是一旦你选中了，它不就极其吻合你想要的指标吗？对不对？我再给你们提个醒啊，就是你们不要跟乱七八糟认识的人迅速的发生什么，知道吗？如果你们跟一个人迅速的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就要接受将来这个人随意对待你，因为在他眼里你就是一个随意的人。其实我特别明白，就是男人嘛，他上来一定会给你们吹的他妈天花乱坠，对吧？我一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怎么着，是吧？一看到你就想到了我们小孩的名字，就很傻叉，懂吗？我能理解，就是你们会在你们的情感经验不够丰富的时候，你们会误认为这个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爱，我能理解。但是我希望你们看我的直播别白看，你们要知道这个是他们的惯用打法，对吧？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他们是这样的，他一边要迅速拿下你，但是一边又认为被迅速拿下的女人不值钱，明白吗？
你们能不能把我今天说的这句话给我记住？他一边想迅速拿下你，所以他会使尽浑身解数的来迅速拿下你，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他的目的就在于迅速拿下你。但是他一边内心当中认为被迅速拿下的女人分文不值，他一边说的天花乱坠，说啊，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对彼此有感觉的话，这种事情就应该是天雷勾地火，就不应该拖拉。他一边拿这种话去给你洗脑，但是一旦你真的应了他的这个话，那么他迅速就会把你归为那个可以被随意对待的那一类，懂了吗？所以说你们就是不要被他带节奏啊，不要被他带节奏，你们要稳住，懂不懂？无论他说什么，你就只需要说，我觉得时间没到，我觉得你需要有点耐心。来，今天就把这句话给我记住，好不好？第一句话，我觉得时间没到，这是第一句啊。第二句话叫做，我觉得你需要有点耐心。第三句话啊，我要多给你们给几句，免得你们这个猪头猪脑的，就是没有办法举一反三啊。第三句话，你就可以这么说，你就说，你这么快就想跟我发生点什么？我觉得你对待男女关系不是特别的慎重，对不对？不是倒打一耙吗？咱们能不能啊，把这个技术也运用一下，是不是？我觉得你对待男女关系不是特别慎重，对吧？我就跟你们给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够你们用好长时间了，好不好？等你们把这三句话用完了，回头我们再来给4、5、6啊。我们直播间人一上来就会有很多男的呀，没办法呀。我们是一个娘家人直播间，好不好？帅哥们，你们要是进来了呢，如果你们是富有的帅哥，我希望你们能上榜啊，送礼物，上榜，到我的榜1、榜2、榜3。然后呢，我能够帮你们义务的宣传一下，让大家伙呢去给你们加一加你们，关注你们，给你们发消息，好不好？给你们发自己的美照啊，这是我给你们帅哥的福利。如果你们不是富有的帅哥，你们就坐在我这里搬个小板凳，在这里听啊，也不用留言，好不好？也不用留言，也不用互动，因为你们听多了以后呢，可能未来对于你们的事业还是多多少少会有所帮助的，可能就能让你们离大佬的路就更近了一点。好吗？但是呢，请你们不要在你们的身家还没有起来之前呢，我觉得最好就是在里面静静的听，对不对？就不要就发太多言，因为你发言发多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暴露自己的社会层级，就是大家就没有必要，好不好？没有必要暴露自己的社会层级，对不对？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藏好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一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没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不想走丢，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看得到弹幕，但是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复你们，但是我都看得到，因为我们实在人有点多。Hello， 你好。喂。你好。你好，曲曲。终于连到你了。好，你说。非常非常喜欢你啊！就是我今天可能连麦，最主要是表达对你的感谢和喜欢，因为
我呢就是在婚恋的这个路上一直踩坑，就是一直对婚恋比较有执念。我大概就是在前2个月吧，就是听到了你的直播以后呢，我对这个婚恋的执念突然就没有了，那我整个人就放松了，而且从一个坑里面走出来了，就是那个坑也是被低成本的持有，因为我没有了那个婚恋的执念，我就从那个坑里面走出来。但是因为我确确实实在这个谈婚恋的路上就是经验太差，所以今天呢就是说还有一点点小问题要跟你沟通一下。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46岁，然后2线城市，然后博士，是一个211大学的这个老师。我的这个房产呢有2套，有800个 W， 年收入呢有大概有150个W， 是19年扯的快乐证，也就是扯了快乐证以后才开始努力的赚米，就是从2021年开始做了一些副业。那目前呢就是说我前一段时间就是9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找了一个对微胖的机构，然后他帮我介绍了一个男嘉宾。然后这个男嘉宾呢48岁，就是应该是比我大3岁，他呢资产大概有10个小目标，就是在某度上可以查。然后呢他也是2019年扯了快乐证，有一个篮球，然后说在国外没有联系。然后就是说把那个地球推给我们的时候，他一开始表现的特别热情然后就从早到晚的然后聊，然后其实我挺忙的，然后反正就这样聊着，然后到公司以后呢，他基本上就在秀他自己的羽毛，然后就夸我有3点第一个我长得是说像8788的这样子，第二个呢我是大学老师，是他特别喜欢的职业，第3个呢没有球。然后呢当时我就问他，那你其实你的条件是可以找一个对方的男嘉宾的条件可以找一个95的他说不太靠谱，之前找了一个，后来女孩子劈叉，然后呢后来又找了一个8788的，因为有球，老是跟前夫有不停的联系，所以他见了我之后呢就是觉得还挺满意。但是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直播看了两个月，我觉得就是白皮，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你知道吧？后来呢，但是我也是给他释放了可得性，然后就这样聊着之后呢，大概聊了2-3天，因为他一直呢刚好在住院，然后就是也是跟你一样感冒，然后刚好去做身体体检，然后呢就跟我提了说。想尝一下我的厨艺，因为我知道你说过女人过了40岁要觉得自己很贤惠，虽然我也不太会做饭，对吧？我就表示了我还是能做的。然后他说尝一下我的厨艺，然后我当时就婉拒了，然后他就热情啪就下降了，你知道吧？就冷了1天，然后我也没搭理他。后来呢，最后呢，又联系了以后呢，正好我过生日，就给我转了一个188的米。多少？然后呢，因为我多少？1888。然后又给我妹妹转了个888的米。然后呢，还说要来我老家看一看。后来过了几天，他再次又问我什么时候让我做饭给他吃，我就说我做好了给你送去吧。他又冷了我3天。就是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当时挺生气的，反正我也没理他。他可能过了几天3-4天以后又憋不住了，然后又跟我联系。后来我就说那我去你家可以给你做吧，就是说了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提了另外一个要求我说如果你有诚意的话，你就送我一个礼物。我就要了一个订婚戒指。我本来是用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他，就是给他设了一个房，结果我没想到对方答应了。然后他在外地出差，他下个礼拜说回来就带我去买，这样子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这个节奏我就控不住了，我就不知道第一，我这个戒指我要买多少钱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毕竟我们年龄只差了3岁，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引导给我花米，因为前面听你的视频课就是女孩子要去到对方家给别人做饭，刚听了你说这个，我也是就是故意这样说一下的。
后来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买戒指的事情，他也答应了。然后我第3个，我觉得怎么他这就是一个短则，我心里还是挺紧张的。好，结束了吗？结束了。好，你40几啊？46。好，是这样的啊，首先啊，那个小姐姐是这样子的啊，咱们46岁了，还怕被人家短择吗？不是怕，就是不舒服，就是还是有点会不舒服。就是我是对婚姻没有执念，我可以正常的谈恋爱，不结婚也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这样子，就请你说到做到。告诉你啊，你不要嘴巴上说，我其实谈恋爱无所谓，但是呢，你心里吧又不停的给别人设限、设防、设门槛，因为设限、设防、设门槛的本质是在于你特别的慎重，知道吗？但是呢，你很慎重，这种关系最后就会让你大失所望。这个倒不是慎重，因为这种白批的这种情况，我前面遇到好几个。就是有个几个亿的小姐，46岁谁批谁呀？我不是说别的啊，就是你自己的思路要打开呀，你要放松啊。不是你46岁，你还想着别人白批你，你不要这么想问题啊，这不合适啊，这么想问题。对，但是前面有一段被就是低成本持有，就是说前面也是谈有一个怎么着呢？那人家男的如果他上来就要哐哐砸的，他找你不？咱们平和一点，就是说平和一点自我认知。如果一个男的上来哐哐砸，他找不着你？我觉得他肯定不找我，但是呢，当时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说如果你要不是以婚恋为目的导向，咱俩就不接触了。哎呀，闭嘴吧你！他一直告诉我他以婚恋。小姐啊，以婚恋为导向的跟你相处，就代表要给你花大米吗？花大米，人家如果要找花大米的对象，人家找不找那个20几的？你也知道，人家可以找95后，人家为什么不找95后？对，为什么？为什么？可能就是为了想省点吧。对了呀，人家要找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本质上来讲，就是因为他并不想花大米。如果他要花大米，他一定会去找那个小的，这是必然，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你跟任何一个男的相处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男的看着不错，哎，开心可以一样的拉长前面发展的周期时间，然后呢，让你们两个人之间先感受到快乐愉悦。要做饭就做嘛，无所谓的事情。你说你46岁，你除了做饭你能展现你的光环，你还有什么展现你的光环呢？你是比漂亮啊，还是比身材好啊？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懂吗？现在这个节奏有点控不住了，就是对方的意思，下个礼拜就去买戒指。没关系啊，那么就买一个你认为你买了跟他怎么着了，你也不觉得亏的。而且就是第2天就不联系了，你也不觉得亏的，多少？我其实不买我也觉得不亏。你看，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就问你是不是有病？你说你自己脑子是不是不通，堵了？那你怕什么呢？你怕个毛线呐？该买呗，买完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呗。如果实在不行了的话，该拜拜呗。就是不用控这个节奏是吧？不用啊，因为你都无所谓了。我告诉你了，你无所谓，就请你真的无所谓。你不要嘴巴上一套，心里面想一套，知道吗？好的，人要自洽。所以说呢，你也别说，哎，其实不买也可以。No。既然你已经开了这个口，我们一定要大大方方的买，大大方方的接受。买完了以后，你说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那么我一定要给你做一餐饭，因为我也要让你看一看，其实我也是想真心实意的跟你在一起的，对吧？这个不就是互惠吗？那他送了你戒指，你给他做了饭，完了以后该怎么着怎么着，进入下一流程下一环节，对吧？他回去了以后，你就当这人死了，懂吗？他再跟你联系还是还原，他不跟你联系了，咱们就拜拜。好的。他那边家里没法做饭，因为他说他的那个厨具全是专业厨房，我用不了。那为什么不能让他来你这？你说你买着戒指上我这儿来吧，或者上我这，你那个地方买不了是吧？不，为什么我说去他家做饭？我当心我是1/n，其实我是不希望我是1/n的。大姐啊，
你能不能别拧巴呀？你是 1/n又怎么了？还是还原到那个问题，重要吗？就是当下开心就好，是吧？哎呦，拧巴，太拧巴了啊！你把我们的连麦再重新听一听吧，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好，谢谢。你们就是太喜欢说一套做一套了，看到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笑别人，我敢这样说，就是你们直播间里头的很多女生跟她是一样的，嘴巴上说，哎，我结不结婚无所谓呀，对吧？完了以后呢，那男的一说，一表达出来这种不是想结婚的，只想谈恋爱的，你马上呢怕的要死，对吧？哎，明明就是说我去对碰，然后对碰完了以后还要端着说，我就是找不着男人无所谓呀，那你对个毛线呢，对吧？你们说出来的话真的是你们内心的想法吗？老是不就逻辑不闭环，对不对？你自己都不自洽，那你表现出来的状态一定不顺，你的能量，你的磁场一定不顺，你就是一个拧巴的状态。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什么？做万全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来，我们把这句话泼在公屏上啊，做万全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好不好？我们对待任何一个关系，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这个男的进了我的框架，对吧？那么首先我要想的是，很有可能这个关系会无疾而终，对不对？抱着无疾而终的心态，然后去让对方充分感知我的美好，明白了吗？你们是反的，你们真的是反的。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把这个预期拉得无限高，就是你们是做的最好的打算，然后做的最稀烂的准备工作，对不对？你把个预期啊拉得无比之高，完了以后呢，话不好好说，是吧？然后又拧巴，哎，正话反说，哎，又卑又亢，又想站着要，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反着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建设给它建设明白，对不对？任何一个人，我告诉你们啊，任何一个人都是我生命中的过客，知道吗？你来，我欢迎你；你走，我就挥挥手，就是这样。你们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我没有想着我一定要从你身上拿到什么。但是如果能拿到，那个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对不对？你看啊，他这个情况，你说你都46了，你这男的也就比你大3岁，你别说这男的他给不给你画饼，给不给你秀光环，但是你跟别人在一块你并不亏，是不是的？哪怕他就是个一次性的关系，又如何呢？你们年龄相仿，对吧？这男的如果不是特别丑，又不丑，又不油，又不肥，又不秃，你们本质上来讲，不就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吗？对吧？我们不就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吗？大家不能像成年人一样，仅仅只是简单的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吗？这个就是我做的最坏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只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但是从我的准备工作上，从我的表现状态上，我一定要让你看到最极致的我，对吧？什么是最极致的我？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想要礼物，我也提了，对不对？那么你来了，我首先我大大方方的看，大大方方的挑，对吧？我们一起去逛的时候，我要，哎，你喜欢什么呢？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呢？淡一点，明白吗？淡一点，不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不，淡一点。什么叫做最极致的？我就让他选呢，让他看你觉得什么样的适合我，对吧？那么多少大小不要那么 care， 不要那么 care， 对吧？自己也可以看看，哎，我觉得这个挺不错呀，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你觉得哪个适合我呀？是用一个真正的这种愉快的、轻松的、愉悦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儿。然后如果人家愿意给你，大大方方的收下，千万别拧巴，对不对？并且大大方方的感谢，
太开心了，对吧？今天呢，收了你的这个礼物，我就觉得吧，我这段时间没有白白的等待，对不对？是不是？其实说实话吧，在这之前呢，我还觉得你会不会是骗我的呀？但是呢，今天你给我送了这样的礼物，我觉得你没有骗我。无论这个礼物是贵重还是怎么样，但是在我心里来说，我觉得它都是很有分量的。话说到漂漂亮亮，对不对？我的美展现到极致，然后我的服务态度、我的服务意识、我的情绪价值，全部都到顶了给，到顶了给，对吧？你说那作为感谢，我也想给你做顿饭呢，因为你前面说啊，想让我给你做顿饭，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在你今天送我这个礼物之前呢，我会觉得这个男人怎么没有绅士风度呢？对吧？哪有说面都没有见过，老是让一个女生给他做饭呢？但是今天你给我送了这个礼物，我看到了你的诚意，所以我现在觉得，可能你想找一个能够会做饭的女人，是因为你这些年你也确确实实很缺爱，你也很需要温暖，你也很需要一个女人能够照顾你。这话说的漂不漂亮？对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得让你看见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个可能也就是我跟95后的女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明白吗？什么叫做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做最万全的准备？就是这样。我做的是让我的展现最极致，但是一旦我们两个人分开了，你的任何结果我都接受，因为我已经最好的状态都表现出来了。如果你还是不想跟我继续，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呀，对不对？那我还能怎么着呢？然后我再去卑微吗？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散发光芒的时候才是最惹人喜欢的。如果我把自己的光芒都展现到极致了，都没有让你想要跟我继续的关系，我这个时候再去卑微，再去弱势，再去体现我的不值钱，有用吗？是不是这个逻辑？对吧？如果你的光环，你的羽毛，你所有的好都没能让这个人想要继续跟你接触，你觉得你去求，你去反扑，你去让他看到你的那种，哎呀，这除了他找不到别人的那个状态，还有用吗？是不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这个逻辑就是通顺的呀，对不对？因为我把自己的答案搞清楚了，就是你不跟我联系，不是因为我不好，我很好，只是说即使我做到最好的状态，也不吻合你想要的而已，对不对？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是首先自己没有心结，对吧？没有心结，那么任何的结果你都能接受，是不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一年365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无论风吹雨打，无论过年过节啊，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个时间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被封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走丢，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啊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来下一个 CEO 出差了，那个不是小助理，那个是 CEO 出差了。对，这个是我的新书，是那个贴发票的是吧？闺蜜圈。哦，闺蜜圈的。Hello， 你好。Hello， 哎，你好。七七你好。啊，你是闺蜜圈的？是我吧？是你。啊，那个今天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哦，然后我今天一直在想，我今年特别要感恩谁呢？然后我就想到你了，所以我想今天一定要跟你连个麦。我其实是9月才
一个很巧合的时候才刷到你的，然后我就进了闺蜜圈，毫不犹豫的进了，因为他们说进了闺蜜圈可以认识你。其实我当时进去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认识你。我非常认可你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发光的人。所以我非常认可你。然后去了闺蜜圈，我觉得我这2个多月以来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不但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姐妹，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价值更大了。我对我自己更加认可了，也特别的有信心。对，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我们见过吗？见过啊，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其实我们见过，然后还一起吃过饭。然后你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就让我一定要知足。对，然后说其实我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我大概知道你是哪一个了。对，自从那个吃完饭之后，我又重新复盘了一下我的人生。我觉得我确实得到了很多，我应该感谢所有之前所有的男嘉宾。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我内心都应该对他们感恩。然后感恩我所有的遇见和我所有的得到。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见完面最大的一个收获。那我今天主要连麦呢，其实除了表示感谢，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问题。我之前呢是在此境的赛道上其实是拿到过结果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很想走雄境。因为我觉得我在此境上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明白。我想好好走走雄境，好好发展一下自己的事业。但我很想听一下你的建议。因为我确实在闺蜜圈看到很多在雄境赛道上做得非常好的姐妹。我也想呢，能够听听你的见解，看看我如何也能像他们一样的优秀在雄境的道路上。你是做什么的？有什么优势，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方向不清晰？其实我自己是做公司的。我自己的公司呢，其实在中国、在美国还有在香港都有分公司。我现在每年大概有几百万的收入吧，但是我今年年底本来想冲一下上千1000万，结果没冲上去。因为我现在就基本上知道我大概今年的收入。我觉得我想有一个量级的变化，同时带领我的企业能够争取做到上市。但是我在想呢，可能我这条路的走起来还是需要有伯乐在帮助我，无论是男伯乐还是女伯乐。所以我在想我这条路走起来应该怎样才能是不走弯路，然后如何避雷。首先是你的业务有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还是有的。然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赛道，也确实是现在很多人需要的行业。然后同时呢，我在发展的另外一块呢是在医疗板块。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指的意思是什么？是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你认知当中有没有做到很大的以及上了市的？有。那么你跟别人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你自己知道吗？我大概是了解的。了解的。那么就是什么地方差，你就补什么。你真的很了解吗？我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业务的这个最后的总的这个金额的上升，其实就是几个点位啊。第一个点位是什么呢？就是客户更多。我们现在讲流量嘛，对吧？就是流量入口，它会决定你的客户量级，对吧？数量的量啊。然后呢，它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其实就是转化率嘛。
就是你能转化多少客户变成你的付费用户，就是来购买你的产品，来为你的产品买单。那第三个数字就是你的单价，就是你的金额。你这个金额上面，对于你的产品来说，你能不能给它做出来高于市场的溢价，这个也会决定你的你最终呈现的这个量级，对吧？第四个就是你的服务的多样化，或者说复购，就是你的这个产品支不支持买了一次的客户他还能买第二次。如果说他不能支持买了一次的客户还能买第二次，那么买这个产品的客户他会不会有延展性的需求？他是同样的客户，他除了有这个需求他有别的需求。就是我觉得说来说去就这4件事儿，就是4个卡点，这4个卡点它就会决定最终你的这个金额的量级。好的，谢谢曲曲。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哈，我可能最近发现我忽然对男的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就是觉得好像男人都差不多，都那么回事儿。那怎么样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是这个是我要在雄竞赛道上开始发展的一个。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呀，我也认为男人都差不多，就这么回事儿啊，没毛病啊。我现在就是有特别深的这种感觉。对的呀，你的感觉是对的呀。你的感觉没问题啊。但是我是这样的感觉，也不影响我很爱男人。我的人生当中有几大爱好，对吧？第一爱好是快乐水，第二爱好就是男人。不影响，就是虽然我觉得他就不过就这么回事儿，但是就跟我看快乐水是一样的，我也觉得这玩意儿也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不影响我爱他。好的，就确实跟你聊了一下，我打算再重新梳理一下，对，然后好好再复盘一下，把我说的这4个卡点啊，我觉得你分别的去想一想有没有发力点就行了。好的，谢谢啊，曲曲。然后也希望你继续发光发热，继续带领我们姐妹们。是的，非常感谢，真的闺蜜圈给了我非常大的助力。我觉得从每一个姐妹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要更加努力。我觉得我才能配得上这个闺蜜圈，真的没问题，你现在就配得上啊。谢谢。你是一个，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在雌竞跟雄竞上都拿到过结果的人，懂吗？谢谢，谢谢，好吧，谢谢曲曲，好，就这样啊，感恩节快乐，好，感恩节快乐，拜拜，好，拜拜，声音的绝了，就这声音，听了骨头不酥的，就这个声音啊，很多人他们有一个误解，知道吗？他们总觉得走雌竞的女生是完全不走雄竞的，或者说走雄竞的女生是完全不走雌竞的，但不是。在我们的闺蜜圈里头吧，其实大部分的女生她都是2条腿走路的，就是她2个这方面的技能她都有，只不过呢，她是看现在的大环境跟她手边上的资源是什么，离她最近的是什么，她们就搞什么，就是其实她们都是这样的。而且像这样的女孩，她们所谓的走雌竞，不是像你们就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小打小闹的那种雌竞，知道吗？就是什么让男的给点生活费，或者说什么买个包买个什么玩意儿的，那些都就在我们看来就有点低端。说实话，就在我们看来都比较低端。他们的那种方式，因为他们是有雄竞能力的人，所以他们在走雌竞，在跟男生接触的过程当中，首先他的人设就高，知道吧？他人设就高，他整个人展现出来那个状态就高级，而且他跟别人聊的东西呢，很多东西他不是存在于消费领域的，他更多时候他会聊出来很多存在于事业领域的东西。他聊出来事业领域东西之后呢，这些男的吧，就总是会想说，哎呀，这样好的女人又温柔，是吧？认知又高，我要是能把她据为己有就好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主动的抛出了很多很大的橄榄枝，他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能够在雌竞轨道上也拿到巨大结果。闺蜜圈，我们的闺蜜圈，是10个 W。一次性费用，然后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去
问问我们的小助理好不好？我就不在直播间里头去给大家介绍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1年365天都是这个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如果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了。大家不要走丢啊！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给大家这个引路。最近很多人说我疯了，是这样的啊，宝宝们，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就是说我呢是经常被封的，就是我的号是经常被封的，明白吗？但是呢，其实为什么我会经常被封，是因为有很多人举报。我被封的原因是因为一直会有很多人举报，然后平台呢，它的这个就是机器审核，然后你的举报量上升了之后呢，它就会给你咔掉，你这个号可能一段时间它就不让你播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根儿还是很正能量的，对吧？只是很多人呢，他确实不爽我，不管是因为我业务做得好的原因，还是说因为我的价值观有悖了他们的这个立场和利益的原因，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来大规模的举报了之后，我这个号就会被封。但是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这个人被封了，因为我的底色其实是很正的。我一个底色这么正的人，他为什么要封我呢？明白吗？为什么？你们看看有多少人每天说啊，就是曲曲你改变了我的命运，曲曲你配享太妙，我每天看你把抑郁都看好了，我不看你直播我心里慌。大家给我的评价都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要封我这个人呢？所以你们不要听外面那乱七八糟的人说这个说那个，不重要，明白吗？你们看不到我，短时间之内在任何一个地方看不到我都是正常的，大家要习惯，好不好？大家习惯啊。所以说大本营不要丢，因为大本营不丢的话，你们任何时候都会知道我们这一场啊是不是换战场了，改阵地了，好不好？来下一个来。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看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发的消息啊，或者是直接来私我们下播以后也会回复你们的。来下一个。喂，你好。哎 ，Hello， 你好。哎，好，你好，能听到是吗？可以，你说。你好，曲曲。我今天是有2个问题想问一下。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目前是坐标在上海，然后年龄是32，美国本科。我父母家资产可能是8000到9000左右，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反正就是没过小目标，你咋知道没过小目标的？就具体的可能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但是我个人的收入不是很高，就年入是20个左右。然后因为可能平常也有一些理财的收入，所以说生活上还是 OK 的。然后我今天主要是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目前因为就是这个年龄，所以说刚刚开始要对碰，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以我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以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就是比较靠谱，也愿意可能跟我走进围城。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我在工作方面目前是其实想要出国读一下 MBA， 但是又面临着可能想要去走进围城，所以就担心会不会如果我去的话，就今年做申请，然后明年9月如果去的话，可能会影响我这个错过了这个比较好最后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就想问一下，去读的话可能有没有这个必要？你为什么不在 NBA？ 你为什么不在 NBA 班上去找个婚恋对象呢？因为我就觉得也没有这个信心，就一定能找得到。那你在哪儿就一定能找得到呢？可能我觉得对碰机构可能就是也不能说效率吧，或者是说成功率会高一点。那这2件事它同时进行影响你了？因为如果我在上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推进关系啊什么的也 OK。但是如果我去出国读的话，可能如果香港或者是美国，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小姐去搞。你对碰完了还准备出国读 MBA，
那你对碰干啥呀？所以就想问一下，可能我处在这个点上，就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去读吗？还是说就不要读了？就因为要妈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是这样子的啊，小姐，你谈过几个恋爱啊？我谈不多，可能一两个。那我建议你呢，要不然你就在内地读一个，就在上海读一个，咱们就在上海读的班上找个对象，行不行？也可以啊，反正这钱也花了，咱能不能把它价值最大化？知识也学了，男人也找了，行不行？就可能还是觉得，可能国外是不是含金量会高一点？怎么国外就含金量高了呢？啊，国外怎么它就含金量高了呢？你看，你所有的问题啊，你所有内心当中的疑惑呀，都是没有数据跟事实做支撑的，知道吗？你问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莫名其妙，你说的话就是你的结论给的都莫名其妙，懂不懂？为什么找对象跟读书就冲突了，对吧？为什么读书的时候我就找不着那些男的了？为什么国外的 MBA 就比国内的含金量更高了？你所有的这些就是你的顾虑，它的证据是什么？什么东西支撑了你的这些想法？就是我觉得可能国外读的话，可能回国找工作还会有一些溢价，但如果国内可能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价值还不会很高。你在国外是要去读常青藤吗？可能也不太行。So， 你看，你怎么又能判断国外的含金量就对于你国内的工作就会有溢价呢？你去国外读个水硕，它的溢价就一定能展现在收入上？我告诉你，这是你的思维方式的错误性，知道吗？是你今天跟我聊这个天儿，你前面聊了5分钟，这5分钟你表达的每一句话呀，它都有一个思维方式上的 bug， 懂不懂？我们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你所有的顾虑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空想，但是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来支撑你的结论。明白。我建议你去做，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该对碰，随便对碰，该读书就去读，不要在还没做之前站在外面想这有个坑那有个坑，那都不是你想的问题啊！遇到了坑那才是坑，没遇到之前，你的社会经验不足以支撑你去判断哪里有坑。好的，我知道了。好的，谢谢曲，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好，拜拜。你们呐，啥都不干，天天就琢磨有这困难那困难，是吧？这个啊，就是会让你们的人生止步不前的。我跟你们讲，我做事儿我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做事儿我最讨厌听到别人跟我讲，别人要是你这事儿能成，早就有人干了，明白吗？这种话啊，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把这句话记住了，谁跟你说这句话，谁就是那个下沉市场啊，听到了吗？以后你们想做任何一件事儿，你们有这个想法，请你们先去做0到1的工作。如果有人跟你们讲，你这事儿要能成，早就有人干了，请你把这个人拉黑啊。因为这个人就是你身边属于下沉市场，而且他会严重拖累你的进步脚步，好不好？任何一件事儿好与不好，能不能干，要拿数据拿案例做支撑，而不是跟你说你要是能干别人都干了，这种话他就是因为这个人极度的没有认知，极度缺乏认知，所以他在给结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给支撑依据，懂了吗？对的，很多你们爸你妈都会说这句话。我告诉你们，你们呐，不要太多的想法呀，不要去问你旁边那些自己没混出来的人的意见，知道吗？
他自己都没混出来，他自己本来他就没认知，你说你跟他能探讨出来个啥？我告诉你们，即使一件事儿做了没有什么正向结果不重要，因为你学到了经验，起码你知道你是怎么失败的。但是呢，我对你们有一个就是建议是什么？我们要低成本试错，知道吧？很多时候啊，当你们的认知不到位的时候，你们想着去投米，其实本质上是因为你懒，知道吗？因为你希望用投米这个动作来弥补自己认知上的不足，但是我告诉你们，投米永远无法弥补你认知上的不足，永远无法弥补你在行动力上的不足，永远无法弥补你需要付出的这种努力跟汗水上的不足。所有的那些说自己什么屡战屡败啊，投米也都亏了的这种说自己运气不好啊，这个那个的人，我告诉你们，本质上都是因为他的能力跟不上他的欲望，且对自己还没有正确认知。如果你们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0到1，做一些低成本试错，我想做一件事儿，我先进去学，我先去打工，对吧？我先去看，我先去听，我先去模仿。如果你们能做这样的动作，你们就已经优于了这个世界上95%的人，起码你能拿到比95%的人以上多的结果。这就是我说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大家在这3个时间段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不是因为我没播，而是因为这个号没了啊。所以大家不要那个跟我走丢啊！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给大家引路，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啊。有个姑娘说，老公1分米都不给我花，是我的错吗？他不给你花也许不是你的错，但是他怎么成为你老公的，这是你的错啊。这是你的错，他不给你花不是你的错，但是他是怎么成为你老公的这个问题你得好好审视一下。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曲曲老师。哎，你说。你好，曲曲老师。哎，你说。感恩节快乐。然后，也很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们，然后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指引。我是这样子的，我今年33岁，然后外貌呢7、8分。因为一直有做那些微调类的那种医美项目，不要说这个词啊。然后自己然后自己有一家那种类似于某方的机构，年收入的话差不多60个 W 左右，如果努力一点的话，可能还会高一点点吧。你说某方是高某代吗？不是，就是于老师的俞敏洪老师之前的那一个叫 K12 对 K12，我担心这个会被那个嘛。好，你说。然后有个房子就是在还贷，但是压力就没有压力。我刚毕业的时候生了一个 baby， 然后呢，反正就是稀巴烂的关系。现在我目前都是一个人，孩子呢，我爸妈不想帮我带。我家条件说好也没有，就是一般的。然后孩子有时候也会跟我生活。那我跟这个对方呢相处2年多的时间了，他刚毕业不久。在国外他找到工作了，年薪差不多30个 W 左右，就家里面就是农村的，就他爸妈直接跟我说他们家是没有钱的那种，然后他也是就很那个吧，就手头上挺紧张的。那我呢，我是想以个人为中心的，我是想出国读书想了很多年的，但是因为现实在这边我一直就没有出去，然后那个机构的话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也舍不得有点出去。那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明年让我过去他那边，然后我可以去他那边读书，也可以做全职的 housewife。等一下，稍等一下，是不是有个信息我需要再重复一下？你说他1年30万的收入？对，他1年30万左右的收入。是人民币还是美金呢？折合成人民币哦。人民币30万的收入，你去做 housewife， 你这个的逻辑是咋闭环的呀？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我有收入啊。
你过去了，你自己的收入，你这边的还能继续维持吗？应该是可以的。那你接着说。但是我也不希望说钱是我自己在那个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画饼嘛，说他会支撑学费什么的，其实这种东西我都不相信。然后呢，最近呢刚好到了那个他爸妈的意思就是2月份他回来要结婚了，好，他给我的反应就是说他很害怕、很紧张、很不安、很难过、很难受。我一听，我在想，你一个男方都这样子了，我一个女方，我干嘛还要坚持这样下去？然后他说12月份让我过去，我说我缓缓吧，暂时先不过去。然后呢？然后所以说现在的话，我就感觉自己有点领不清头绪了。你哪个地方没领清？你这个地方不是，就是我没有听到你这个故事里头有任何的需要矛盾的地方。你看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你想明白了吗？我目前想出去也是因为政策一直在打压，然后经常会被投诉。好，你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啊，你可以出去。那么第一件事是，你出去跟你做不做 housewife 没有关联啊，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你出去是为了你的自我发展，那么你不要想着我出去了以后，我国内的生意不受影响，这个也绝无可能啊。我出去肯定是要自我为中心，自我发展，我不可能说跟他去洗衣服做饭。所以没有 housewife 这件事儿 ，OK？ 好，首先这个事儿不存在什么他画不画饼光，就什么羽不羽毛的，这都不重要。就这个事儿，咱们都不应该拿出来说啊，好不好？没有这件事儿啊，你要么就是在国内发展，你要么就是去国外发展，没有 housewife 这个选项，没有这个选项，好不好？这些老师我知道，但目前他这种状态，你觉得我应该继续还是不应该继续？不是重要吗？不是你听我说啊，姑娘，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在于这个男人不重要啊，就是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你都是自我发展。这个男的本质上来讲呢，他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他不是雪中送炭的事儿。如果你觉得他有诚意，你觉得处得爽、处得舒服、有价值，你就处；不舒服、没价值，你就别处。但是你不应该为这个人去思考，因为这个人不值得你思考啊。但是我对他还是挺有感情的。哪来的感情？你们俩见面多吗？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见面吧，我过去或他过来吧。你们是他在什么国家呀？在隔壁那个叫什么霓虹国吧。你们每个月都见面，要不就你过去，要不就他过来，持续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从5月份开始的吧，我过去的次数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啊，你为什么会对婚姻有执念呢？所以我就搞不懂我这一点，我想今天你好好的说说我骂骂我，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子执念执下去了，这种执着感是不对的，我也知道是不对的。不是有婚姻有执念这个事儿，他不也得分对象吗？就是这个男的吧，我也不说他不好啊，就是个正常人，咱们就说是个正常人，没有达到说需要让你对他身上去挂钩任何执念的这个份儿上，对吧？有执念吧，也是正常人都会有啊。你们毕竟不是那种说就是在红尘中修行的人，你们也不是这一挂，可以有执念。但问题是，执念跟这样的一个人设相挂钩，有必要吗？那他是不是以后我在想还会有更大的潜力跟发展呢？他毕竟是就很好的学校，就顶尖的学校。他多大了？他比我大4岁。他多大？你告诉我年龄。37、38岁是吧？我觉得他不能够被判定成是一个潜力股吧，就是咱们尽量不要以潜力股的方式去衡量对方吧，因为你知道吗？绝大部分时候吧，一个男人到了35岁往上，他的这个成果吧，也就定的差不多了。他能够有的这个收入的这个上限呢，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你们还认为他会有潜质，绝大部分时候是因为你上头了，是因为你有滤镜，因为你恋爱脑了，知道吧？如果说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超过35岁了，基本上他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一个，就是说像什么就是不是，比如说你像雷军啊，他40岁的时候有大成果，但是其实在40岁之前他已经有过很多小成果了，就
他的那个小成果已经是很多普通人的大成果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在你们眼里的这个男的，哎呀，会不会未来怎么着？你自己现在平心而论一下，是不是90%都滤镜？对，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然后今天我又去算了个卦，我特别相信这些算卦的、算命的。完了说他没看上，我一听我就恼火了。就是老师，你知道吧？我就感觉我自己，我现在脑袋已经不灵清了，我需要跟你好好的对话一下，我才会灵清我的脑袋。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呢是属于肉吃少了，真的肉吃少了呀。你们是不是太寡淡了点儿啊？平常的日子过得有点太寡淡了啊。收入也不低呀，你也不难看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缺陷吧。对，我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咱们呢本科学历没有他学历那么高，我觉得都挺好。出去多看一看，多约会好吗？多跟各种各样的男士呢，就是打交道，好吧？就是没有太大必要，就是这种执念可以有，但是要在一个需要有执念的人身上。我觉得你是个正常人，你不要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跟人身上搞执念。你这种消耗的话呢，未来你这个事业可能就做不明白了。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人呐，活得不高级，懂吗？你活得不高级，你的逻辑思维没有办法去碾压绝大部分的人，那么你的收入层级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层级。这个事儿它就是这样的。芷芷老师，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适合出去读书吗？或者是我应该出去吗？你觉得有价值你就去，没有什么所谓的适不适合应不应该，没有这件事儿。但是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儿。你旁边怎么这么吵啊？我这可以关我的麦，没关系。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不是为任何人出去的，你是为你自己。你记住这一件事儿，任何事儿都可以干。你可别是为了这个男的啊！你为了这个男的，那就是个猪啊！芷老师，我知道了，谢谢你。好吧，拜拜。好的。我告诉你们了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选择叫做绝对对错，但是这个选择必须是为自己做的。任何一个为别人做的选择都是错的。任何一个为自己做的选择都是对的，明不明白？我们要出去读书是为了增长自己的见识，我们要出国是因为我想让自己更有核心竞争力，我们要更换事业赛道是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这个事业赛道在下滑，我需要去找到一个上升的事业赛道，甚至于我要去投奔这个男人是因为现阶段我没有那么强的生存能力，我只能找个人靠着，明白吗？就是任何的选择都是基于我个人的目标、个人的提升、自我价值的拔高做的决定、做的决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我自己，不能够是为了那个男的，也不能是为了你爹，也不能是为了你妈。因为为了那个男的，为了你爹，为了你妈，你总认为自己在牺牲，发心不对，努力白费，懂吗？当你觉得自己是在晋升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结果你都会充分接纳，对不对？因为即使没有拿到最好的结果，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一直是在一个跃跃欲试跟上上攀爬的状态里头，你认为自己充满了生命力。但是当你去为别人做1、2、3、4、5的时候，如果没有拿到那个最终你一开始预期的那个结果，你就会认为自己是在牺牲，在奉献，然后你会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归咎于是别人没有满足你，别人拖累了你，别人误导了你，那么你所有的这个行进路径全部变成了一种消耗。你所有的这个行动路径，你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成长了，你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牺牲与损失，懂了吗？所以我说发心不对，努力白费。任何时候，我今天是不是给大家讲了一句话，叫做做最坏打算，做万全的准备。
一切的选择都是因为我自己做的，那么我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好吗？来，今天不错啊，今天挺开心，今天很开心。嘿嘿，为什么今天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嗓子可以说话了，我又可以吼人了。来，那个大家没有关注的，赶快把关注点起来啊！今天我们马上下播了。然后呢，我手上这个呢是我的新书，你就是光。可能大家目前看不到我们的弹窗。如果看不到我们弹窗的话呢，可能你们需要去问一下小助理啊，然后大家不要走丢，因为我们每周呢直播是定时定点的3场，我再把直播时间说一遍，每周2、每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这3场是定时定点开播。如果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了，而不是因为我没有播。好吗？我们的直播是风雨无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到大家如何找到我们大本营的方式，好吗？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场直播是周6早上10点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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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